末日到来，我在神级避难所孕育出无数名人造人战士，全副武装，物资准备充盈，并且改装了数百辆战车，一切准备就绪。关闭大门，全部进入避难模式。全球灾变，末世降临，只因我通关了末日游戏，没成想游戏竟然变成现实，不仅激活了神级避难所系统，就连新手大礼包也成了我统治末世的神级底牌。由于距离末世到来只剩15天的时间，所以我必须争分夺秒的准备起来，不能浪费一丁点的时间。领取新手大礼包，恭喜主人获得人工智能1万枚晶核，卫星级避难所一座，卫星级避难所选址成功，巨献成功，信号屏蔽已开启，人工智能超脑主机开启完毕，认主程序已完成。同时，城东区的一处荒地上突然被一阵迷雾笼罩，紧接着就是一阵地动山摇，地下仿佛冒出了一个庞然大物，地面也多了一些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但这并未惊动任何人。与此同时，全球网络停顿了 0.1 秒，一道强大的数据乱码在 0.1 秒内横扫网络，亿万万隐藏在浩瀚网络里的数据防火墙迅速遭到破解。一个划时代的人工智能悄无声息地诞生在某个角落里，并且轻松控制了许多网络权限。初级人工智能亚当向您问好，我的主人。亚当是游戏中的一款初级人工智能，不光拥有非常强大的计算能力，而且绝对的忠诚。亚当，确认避难所的具体位置。是 A1 号避难所位于东江市城东区 2.6 公里处，自动导航已经开启，目前已经接管了避难所的全部控制权限。随后我又让亚当检测了避难所的具体情况，不测不知道，一看数据吓一跳。合着我接手的竟是一个空壳避难所。我决定亲自去避难所了解一下情况。此时的避难所正在一片被迷雾笼罩的荒地上，看起来十分的不起眼。这里就是避难所？是的，主人。前方这块荒地原本归属于一家房地产公司，目前系统已经将其买下并做了布置，卫星信号也已屏蔽，在末世爆发前它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么贴心。穿过层层迷雾，便出现了一个几百亩地的庞大建筑，7、8米高的外围围墙上布满了电网、射击位、火炮位，而内部则是一大片空地，并且在左右后方还有3条飞机跑道，正中间则是避难所展露在地表的建筑。外层墙体由3米厚的高强度钢材组成，可防御核弹攻击，可抗击12级地震。虽然地表看似不起眼，却内有乾坤。来到避难所的升降门前，亚当的面孔出现在大门右侧的电子屏幕上。A1 号避难所，欢迎主人回归。果然，避难所内部更像是一个科幻的钢铁监狱，内部直径可达500米，地下深入185米，一共45层，深深的埋在地下，并且拥有完善的生存设施，可供10万人长期生存。末世到来，这也将成为人类最后的生存空间。亚当，介绍一下这里。好的，主人。经过亚当的一番介绍，我大体清楚了避难所的现状。这里居住生活所需的空间和设备应有尽有，但绝大部分设备与器械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急需修复，因此可以执行的作战与生产指令并不多，并且此时这里空无一人，资源紧缺。而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尽快经营好这座初始建筑。亚当，对于尽快修复避难所以及在半个月内增强实力，你有什么建议吗？主人，目前避难所可以维持最低功率的运转，而您一共只有1万枚晶核，因此根据分析，您的最佳优化选择是制造人造人。随后，亚当又给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至于人造人，我自然知道，游戏中玩家利用未来科技制造出拥有各种技能的人造人，一旦人造人大军制造出来，这座避难所才是真的固若金汤。不过我没钱采购物资，这么大的仓库空荡荡的，不趁着这半个月多储备点物资怎么行？主人放心，这个世界的网络防御都非常简陋，您如果有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从各大海外银行秘密转移一批资金到你名下，保证不会惊动任何人。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亚当可是划时代的人工智能网络之神。钱这东西说起来就是一个数字，随便去海外银行转一圈，那些没人监管的黑户里边的钱不都任由他转走吗？而且半个月后就是世界末日，就算被人发现了又怎样？难道还能有人来抓他不成？好，马上拟定一个采购计划，高价采购粮食、肉类、种子、化肥、石油、汽油等等一切我们需要的物资，务必在半个月内将全部仓库堆满。价格方面无所谓，但是速度一定要快。随后，伴随着各种数据不断的变化，大量的银行网络被入侵成功，几百个账户迅速建立完毕，资金也已迅速到位。海量的采购计划在 0.01 秒内就已经制定完毕，并且迅速向各类公司下单，一切轻松搞定。付款过后，只等有人送货来就好。不得不说，人工智能的存在确实便利。这么多的物资，我怕是几个月都搞不定。随后，我便来到了36层。36层是人造人基地与超脑计算机中心，在这里可以制造人造人战士。亚当，检测孕育舱的情况。是。经过亚当的自检程序检测，100台人造人孕育舱只有50台状态正常，其他都有不同的程度的损坏，并且每台孕育舱需消耗20枚晶核，以及每隔24小时才能孕育出1名人造人战士。伴随着1枚枚晶核投放进去，孕育舱开始运转，
等待期间，已经陆续有物资送过来，我也只是签收后，让对方卸在了基地外，等到人造人士兵孕育出来再收拾。而此时，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末日到来的消息，要不要提醒一下九州高层？还没等我刚开口，主人请看。亚当迅速搜索出大量的新闻与机密档案，期间多国已经秘密联合实施了2次陨石击落计划，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九州高层虽未公布消息，却已暗中在各地建造了不少官方避难所，并囤积了大量的物资。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24小时后，50个人造人战士孕育而生，一个个身强体健，随便一个都能徒手格杀几十个顶尖的特种兵。同时，他们脑海里还注入了绝对的忠诚概念，以及各种强大的技能。随后，我在里面挑选了4名最强的战士，3男1女，代号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担任护卫队、维修组、管理组和医疗组队长。一个简单的军事架构迅速完成。随着我命令的下达，士兵们就在避难所内外忙碌起来。与此同时，孕育舱里正在孕育下一批的人造人战士，而避难所里为了保障长期稳定的居住，实现自给自足，在每个生活区还有配套的种植园与养殖园区，通过各种先进的高科技栽培技术和养殖技术，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避难所蔬菜与肉类的供给。而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人手不够。亚当，这些种植园必须尽快进行栽种，人手不够就调整一下人造人基地的孕育舱，多培养一些管理型士兵。遵命，我的主人。亚当真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啊！8层的兵工厂这边也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和维修。虽然这里的生产线产量惊人，但设备有不同程序的损坏，只能先生产一些枪械和弹药，尽快把护卫队以及避难所外围的火力网装备起来。并且现在兵工厂暂时无法生产战车，一旦末日到来，皮卡车也可以改装成作战车。于是根据我的要求，亚当出了一份改装计划图纸，维修组抽调了一部分人手去改装车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是一个卫星级避难所的人造人数量最多只能容纳5000人，那么其他生存空间是不是也不能浪费？不过倒是可以提前挑选一批人才。亚当，搜索本市各种科学家、各类技术人员，列出一个详细的名单。另外，市内各大孤儿院的名单也列一份。等到末日到来，这些孤儿我要接回避难所。是。人才是极端的重要资源，而孩子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与希望。就在末世倒计时第3天，物资输送彻底停止，亚当的采购计划全部完成，避难所储备充足，总共5层几十个仓库，存放了足够10万人生存3年左右的物资。护卫队也全体武装到了牙齿，还储存了海量的弹药。几百辆车辆的改装也已完成。避难所关闭大门，不允许任何人靠近与外出。与此同时，外界也因为灾难的到来而掀起了轩然大波。次日一早，新闻反复播报着一则关于末世即将来临的通告。各位观众请注意，并且亚当还插入了各地民众听到新闻后的反应。各地民众迅速慌作一团，大量的民众拥挤到超市，疯狂的抢购各类生活物资，街道上也是乱成一锅粥。许多人的情绪已经开始焦躁了起来。亚当还检测到，本市的14个官方避难所，除了一间市政府地下避难所和3间防空洞简单改造的避难所外，其余皆为公园式避难场地，可容纳357万人避灾。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疏散人流。公园式避难所，这玩意有什么用？遇到地震还可以把民众疏散到哪里？一旦末日爆发丧尸，这些地方瞬间开启地狱模式，几十万人聚在一起，8、9成人都会被丧尸感染。东江市1000多万人口，到时候给打多少人？虽然现在到处都是陨石降落的讨论，但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没意识到这场灾难的可怕。许多民众并未当一回事，只以为是一场暂时性的地震。此时我的高中同学群里也在讨论着新闻里的消息，但显然大家都没有当回事。就在此时，班花苏瑶艾特了全班同学：大家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其实1年前，全球各地就有小道消息传出，这次的陨石降临很可能会引起末日天灾的。国家生怕引起全民恐慌，才一直大力压制消息。有钱有权的人早已做好了准备，各种私人避难所更是不知道建造了多少。你们还在嘻嘻哈哈，难道全都不怕死吗？苏瑶是高中时期的班花，家境优越，据说父亲是苏氏集团董事长，市值数百亿，妥妥的白富美。苏瑶的警告顿时让群里一片哗然。随后，另外一个家世不错的男同学李金磊也发来信息：苏瑶说的是真的，这次真的有大麻烦。欧美各国的顶尖圈子早就传疯了，我们家族与欧洲有生意往来，因此也早已获知了消息。我们家也建造了避难所，储备了大量的食物水源，大家要是不想死的话，还是尽快早做准备吧。李金磊说完，聊天群再次哗然，大家这下才彻底的慌了起来。卧槽，苏女神，你没开玩笑吧？这件事真的有这么严重？怎么会这样？不就是一颗陨石吗？卧槽，我还以为就是一场普通的小灾难呢，没想到这么夸张。这是要末日了吗？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急，有地下室的就住地下室里，实在没办法的就去官方避难所吧，去了总会有人管你们的。我们家的避难所可以容纳数百人居住，大家想来的话，我也随时欢迎，至少安全和食物方面应该是有保障的。随后，苏瑶把他家修建的地下避难所照片发了出来，显然苏家底蕴深厚，不仅建了避难所，
而且还有自己的保镖团队，当即就有10多个人表示要去投靠苏瑶。毕竟有一个完善的避难所居住，总是让人比较有安全感的。而且苏瑶的人品性格都不错，待人也十分和善，所以大家对他也十分信任。我没说什么，也管不了那么多。不过就在此时，苏瑶却公开点了我的名字。季燕，你来吗？这次天灾真的很危险，你在东江市的话，最好还是来我家住吧。不用，我有地方住。可恶，死季燕，臭季燕，这么不给面子的吗？呵呵，某些人真是人穷脾气大，自尊心强的吓人呢。苏瑶好心好意想救你，你以为人家是想求你啊？就是去苏瑶家的避难所住，总比你住在破出租屋里强吧？是啊，现在物资这么紧缺，躲在出租屋里吃泡面，你又能撑多久？面子什么的根本不重要，好吗？你们自己管好自己吧。看在大家是同学的份上，给诸位一个建议，不要去官方的公园式避难所居住，尽量单独躲避，不要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否则会死人的。就在官方发布通告后的第3天，陨石降临，天灾如期而至，全球各地地震不断，各种高楼大厦轰然崩塌，无数人被掩埋在了废墟之中。随着9周救援工作的有序进行，各地正在逐渐恢复生机，但真正的考验还未开始。经过亚当检测，北欧的一家顶尖实验室内发生泄漏，丧尸病毒母体随空气蔓延开来，正以最快的速度散播到全球各地。同时，我让亚当将这则消息匿名发送到全9州，凡是有信号接收的地方，都将收到此消息。很快，消息便席卷9州。丧尸病毒7天爆发，什么跟什么？谁发来的消息？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吗？我操！现在大家都在忙的，就在这谁乱发的消息？我去，这消息不会是真的吧？真个得，一看就是哗众取宠的人搞出来的。许多人下意识以为这是个谣言，只有一小部分聪明人半信半疑起来。很快，亚当通过未断网的部分地区监视到，已经有了丧尸病毒爆发的征兆。东江市内各大救援现场突然出现丧尸袭击，人堆里顿时乱堆。各大公园更是丧尸爆发的重灾区，数不清的丧尸在人堆里变异，疯狂地扑向身边的幸存者。什么鬼啊！救命！救命啊！丧尸！真的有丧尸！卧槽！前几天的消息提醒是真的，快跑啊！别过来啊！救命啊！早就提醒过有丧尸的，不相信的人打了也是情理之中，怨不得他人。随后，我集结了避难所所有人造人战士，准备拉出去试试水。此刻开始，由朱雀担任护卫队副队长，负责统领留守的200人守护避难所。战斗小组300人分6个小队，外出执行作战救援计划。救援人名单以及对方定位将由亚当提供全方位支持。现在外界情况混乱，遇到大规模丧尸袭击不可恋战，傍晚之前必须回到避难所集结。此时的街道上早已乱作一团，在丧尸的无差别攻击面前，大家尖叫着逃窜，仓皇躲避。每支车队在开路车的疯狂碾压下反复前进，与此同时也吸引了大量丧尸过来。但还没丧尸围攻过来，就被士兵们打爆了脑袋。而此时，一名中年男人跟他的女儿正躲在酒店1楼会客厅里瑟瑟发抖。此人名叫宋志文，女儿叫宋青青。怎么会这样？陨石撞击蓝星，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爸，我怕外面的叔叔阿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太吓人了！宋志文想起了前几天的消息提醒，陨石撞击蓝星他是知道的，但前几天发的丧尸病毒消息，他与大部分人一样都没当一回事。看来消息是真的，他们变成了丧尸。爸，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不会该吧？我也不知道。此时的宋志文死死地盯着外界的丧尸，生怕引起他们的关注。但几十只丧尸在分食了几具美味后，凭着嗅觉纷纷走向了他们这边。丧尸们不断地撞击着大门。爸，怎么办？怎么办？谁来救救我们？很快，会客室的大门被撞破了一个大洞，宋志文父女俩吓得魂飞魄散。紧接着又是一阵撞击，大门彻底被撞开，父女俩彻底绝望。就在此时，随着一阵枪声的传来，丧尸们一个个抱头亡。此时父女俩吓得目瞪口呆，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随即进来几名士兵，将父女俩带出了酒店。宋志文教授，国际顶尖的科学家，不仅在物理学领域拥有重大的成果，而且在各大学科都有涉猎。认识一下吧，我是 A1 号避难所总负责人季燕，很高兴见到2位。现在你们有2个选择，第一是选择跟我走，第二就是自生自灭。缓过神来的宋志文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这支拥有现代化武装力量的车队并不是军方的人，可这些士兵是怎么回事？这些改装车又是怎么回事？先上车吧，我们还急着去救下一个目标。父女俩犹豫片刻，果断选择了上车。车队再次向前飞驰，直奔下一个目标定位点。一路上，护卫对士兵疯狂开火，任何靠近车队的丧尸都被轻松爆头。父女俩被这一幕惊呆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这么说吧，我们应该算是一个为应对末日而生的避难所组织。我们现在正在救助各类顶尖人才，保证炎黄血脉的延续与竞争力。前段时间丧尸病毒的提醒信息就是我们人传播的，至于其他的信息，你们现在暂时不需要知道太多。这怎么可能？连9州高层都没能掌握的消息，这个男人是怎么掌握的？没什么不可能的，等到你们回到我们避难所后，会更加的震惊，看到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现在都安静一点，我暂时没时间跟你们闲聊太多。说话间，有数不清的丧尸倒在了枪口之下，根本无法阻挡他们的去路。同时，一连4、5波救助目标被找到，并安置在了车队的大巴车上。
其中还包括一家孤儿院里的上百名孤儿与老师。此时惊慌失措的宋青青也难得的获得了一丝安全感，父女俩开始确信我是在执行救人计划。可随后，宋青青却惊呼：“停下，快停下！那里有人，快救救他们！”不远处一条街道上，上百只丧尸疯狂冲击着沿街的一个山谷，里面传来阵阵尖叫声，大概有10多个幸存者。我只是瞥了一眼，没有理会。其他护卫对成员更是看都不看，凡是没有威胁到车队的丧尸，他们一律不理。怎么回事？你没看到有幸存者吗？怎么不救人啊？季先生，你不是说你们是来救人的吗？现在有人在那里，你快点救人啊！再晚一点，他们会死的。对不起，他们不是我的目标，我也不会去救他们。什么？季先生，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啊！你怎么能见死不救？这也太冷血了吧！你刚才不还在口口声声义正言辞地说自己是来救人的？现在这些人活蹦乱跳，你都不救，你不觉得自己的话前后冲突吗？我想你们是误会了吧？我刚才说我们正在救助各类顶尖人才，保证炎黄血脉的延续与竞争力。这句话的意思听得懂吗？我们只救助各类顶尖人才，而不是满大街的贱人都救。我不是圣母，不是神，救不了全人类。而且7天前我发布丧尸病毒蔓延的消息提醒，已经做到了我该做的。你们不听怪得了谁？此话一出，宋志文父女俩瞠目结舌。可是至少你可以杀掉周围的丧尸，让他们安全离开啊！能救多少就救多少，不是吗？嘎？谁嘎？你去嘎吗？你以为我们携带的弹药是无限量的？你以为救下他们不需要代价？现在全市有大量对人类有重要作用的顶尖人才，急需我们去救援，还有多家孤儿院的孩子等着我们，每耽搁1秒钟，可能就会死成百上千的人。你觉得为了他们而放弃其他有用的人，值得吗？听到我的话，父女俩沉默了下来。虽然不赞同这种冷血的观念，可是他们心底却清楚，这种观念在末世之中才是最适合的，能最大限度保证9周延续的方案。随后，车队又救下了大量目标人物，有孤儿、老师、教授、技术人员、科学家，甚至还有退役特种兵与现役军人。一辆辆大巴车早已装得满满当当。亚当，各战斗小队的情况怎么样？回主人，6个小队的情况完好，没有人员伤亡，一共救援特殊人才1738人，家属2105人，另外救援18岁以下孤儿1325人，孤儿院老师125人，总救援人数为5293人，初步完成预定救援任务。不过各小队的弹药已经消耗了87%，持续战斗能力减弱，必须尽快回到避难所休整。另外，避难所外围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丧尸，朱雀率领留守人员正在积极防守，请主人做好新一轮的作战准备。传令其他小队返程，傍晚前必须回到避难所附近集结。很快，在傍晚之前，各大车队抵达避难所外。此时这附近早已是黑压压一片丧尸，朱雀带领的200名留守队员正在疯狂开火，竭力抵挡着他们。准备战斗，杀回基地。随着命令的下达，护卫队迅速呈现战斗阵型，数辆战车从各个方向疯狂冲杀而至。眼前这1-2万只丧尸顿时遭到了惨烈的洗礼，紧接着伴随着一枚枚高爆手雷的落下，剧烈的爆炸气浪又将丧尸炸飞。就这样，在各种武器的轮番轰炸下，很快便杀出了一条血路。而眼前的这一系列操作，让车上的幸存者们震惊不已，尤其是那些未成年孤儿们，看向护卫队士兵的目光全是兴奋与崇拜。随着我与朱雀的里应外合，很快车队便顺利进入基地。随后，我又命令青龙率领作战小队接替朱雀防线。虽然此时基地门口的丧尸损失过半，但由于天黑会让丧尸战斗力提升，并且很大可能会引来更多的丧尸，所以天黑之前必须结束战斗，同时收割所有金盒。随后，被替换下来的朱雀带领管理组士兵被救回来的幸存者们进行登记，依照他们的年龄、技能、学历、家庭成员分出多个档次，并赋予每人一个2维码，这就是他们的身份标识编码。由于灾难爆发前，亚当入侵了9州公民信息中心，所以很快便登记完成，并有序安排进入基地。天啊，怎么回事？这是哪里？我没有眼花吧？快看，这里起码有几十层高啊！卧槽，这是谁建造的？这个避难所也太高级了吧！此时的宋志文也是目瞪口呆。正如我所说，基地的一切都会让他惊叹。随后，朱雀便安排士兵们引领大家前往自己的居住层。每个居住楼层有 A、B 2个生活区。A 区全是12人一间上下铺的集体宿舍，这生活空间也太拥挤了吧？还有没有人性啊？人性个屁！我们上学的时候住的不也是这样的吗？每个宿舍都有2个厕所，你就知足吧。是啊，至少大家有床位，有吃喝拉撒的地方，跟外面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啊！哈哈，B 区好一点，房间有3人间、5人间，应该都是有家庭成员的才能申请的宿舍吧？正在众人惊奇的四下闲逛时，走廊上的电子屏幕全部开启，亚当的出现再次让众人惊叹。随后，亚当向大家介绍着基地的一些简单生活设施以及规章制度。随着亚当的介绍，大家了解到这里的一切都需要用积分来完成，也就是积分相当于外界的钱，并且亚当还向大家介绍如何赚取积分的一些渠道。未成年人每月发放2000积分，而成年人
除了每人新入驻基地时赠送的1000积分外，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劳动内容来获取更多的积分。听到这些，大家也松了一口气，尤其是感觉对待未成年人十分优待。太好了，我可以当厨师的，去食堂工作骑马不死。好开心，我当老师吧，正好可以养活儿子。我们真是够幸运的，丧尸末日还能找到一个居住地，真的是老天保佑。随后，亚当把获取积分的信息一一展示在屏幕上。除了末世前的一些常态工作岗位外，还有加入雇佣军、外出冒险、获取丧尸体内晶核、传承延续炎黄血脉等不同的积分获取方式。大家自然懂得生存法则的残酷。随后，在众人一阵议论后，开始排着队在电子屏幕上报名选取工作。宋志文果断选择加入基地科研实验室。恭喜你，编号 AEDK073 号居民，你的申请已经通过，你已获得 B 级科研员身份，享有每月8000点积分的薪金，同时享有 B 级通行权限，可免费使用一部分的公共设施，以及申请更高级别的住所。请明天早上8点抵达37层实验室报到。而宋青青刚满18岁，既不能领取未成年补助，又没有任何生存技能，最终她选择成为一名养殖工，一个月薪资是2500积分，父女俩加起来积分破万，在基地内足以过得十分舒坦。就在幸存者们憧憬着美好未来之时，却传来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特么的，老子是耶鲁大学高材生，东江市储蓄银行分行行长，金融业巨子，凭什么申请一个破教师的职业都申请不到？哎呦，这不是赵新凯赵行长吗？哈哈，可不是他嘛，这家伙怎么混进来了？人家怎么说也是金融业精英嘛，能进来也是正常的。可惜啊，现在是末世，金融这玩意根本没卵用，在基地里找个扫地的活还差不多。人堆里，不少人认出了这位中年男人，甚至有人曾经受过他的气，因此不免冷嘲热讽起来。编号 AEDK309 号居民请注意，你本人的专业技能不符合申请岗位，因此你的任职申请再次被驳回。目前基地12层 A 区清洁部还有13个岗位，该岗位每月薪资为2300积分，请问你是否马上申请？电子屏幕上展露出的信息再次让赵新凯气得满脸涨红。尼玛的，狗屁基地！我才不当清洁工，我是行长，我是金融业巨子，你们有没有脑子？会不会选贤任能？我要当管理层，谁是负责人？给我滚出来！赵新凯一边说着，一边气急败坏地拍打着电子屏幕，不断发泄着自己的怒火。警告！警告！编号 AEDK309 号居民，请马上停止你破坏公共设施的暴力行为，否则你很可能会触犯基地法律，遭受到严厉惩罚。刺耳的警报声吓得大家赶紧往后退，可赵新凯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更加气愤。你他妈的吓唬谁呢？负责人呢？给老子滚出来！现在，立刻，马上！3次警告无果后，警告程序结束，亚当的惩罚程序启动。走廊的钢铁墙壁上突然露出一把隐藏在灯里的机枪，直接瞄准了赵新凯。误会，我错了，不要啊！此时任凭他如何哀求都没用，惩罚程序已经启动，机枪当场死。编号 AEDK309 号居民已确认死亡，惩罚程序结束。这一幕看得周围的人心惊胆战。卧槽，杀人了！人工智能杀人了！我们不会也被杀吧？吓死人了！别怕，这赵新凯自己找死，非要不听警告破坏公共设备，他不死谁死？就是啊，你们没看科幻电影吗？人工智能就是严格执行管理条例的，谁闹事就杀谁，只要我们遵守规矩就没事。此时，我通过监控视频默默地观察着生活区发生的情况。报告指挥官阁下，基地外的丧尸已经清理完毕，一共收获21532枚晶核，目前危机已经解除。收获不错，可惜在路上杀的丧尸没时间挖晶核，浪费了不少。亚当，这次丧尸风暴东江市的损失大吗？回主人，由于断网的缘故，无法实时监测到全市的情况。不过，通过各种迹象分析，丧尸病毒已经导致56%的人发生了变异，全市起码有超过850万人变成丧尸，幸存者数量正在急速下降，具体人数无法计算，估计为170万人左右。一夜之间几百万人变成丧尸，全市人口竟然损失一大半，虽然令人悲伤，但终究要面对现实。而这一波收获了2万多枚晶核，有了这一笔财富，避难所就可以进行更多的升级与进化。随后，我让亚当给出一些避难所变强计划的建议。最终，我决定先升级人造人基地的配置。随后，我用收获来的晶核，连续2次对人造人基地进行了升级，等级达到高级。之前损坏的孕育舱已不复存在，一排排完好的孕育舱，数量已达500台之巨。这也代表着现在每天可以孕育500名人造人。与此同时，随着1万枚晶核的消耗，培育程序也随之开启，全力培育战斗型人造人。紧接着就是升级基地的信号塔设备。由于断网断电的缘故，导致亚当的能力受到限制。并且后面战斗机的升空作战也需要信号塔的支持，于是我用3000枚晶核将基地信号塔升级为中级，
信号辐射范围为方圆100里。与此同时，基地外的信号塔顿时拔高不少。由于信号是开放性的，所以任何人只要手机有电即可登录。由于现在处于混乱期，最多可以电话通讯，登录特定的局域网，其他各大网站则无法登录。信号网络已经搞定，马上制作一个开放性基地论坛。该论坛要有新闻、聊天、发布公告，未来可以用于我们对外招募与任务发布、物资兑换金额等行动。同时发布一个本基地的简单介绍，以及居民招募报名窗口，允许幸存者们自由申请。亚当迅速领悟到我的意图，通过搜索检测各类网络论坛的模式，很快就完成了一个基地论坛的制作。除了在首页展示了 A1 号避难所的图文介绍以及居民招募报名窗口外，还贴心的上传了大量的内容贴文，其中包括大量丧尸应对的攻略。这对于众多幸存者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论坛。一夜喧嚣过后，东江市遍地都是尸体与丧尸，所有幸存者都狼狈地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苟延残喘，饥寒交迫。而 A1 号避难所的居民们，除了可以美美的醒来外，还可以享受大量的美食。哇，好香啊！好丰盛的早餐，我们不是在做梦吧？丧尸末日中还有这么好的早餐吃，我们好幸福。我最喜欢吃的炒饭，一份才5点积分，完全不贵。哈哈哈，一个馒头1个积分，我要吃10个。此时宋志文父女俩正在满足地吃着早餐，宋青青一边吃着一边习惯性地拿出手机想要刷抖音。哎，都末世了，哪里还能刷抖音呀？就在他失望的想要收起手机时，基地的网络论坛弹了出来，这让他惊喜不已。网络，这里竟然有网络耶！你们谁的手机还有电？快看啊，我们基地有网络，还有一个论坛。什么？天呐，咱们基地竟然有网络，而且信号还挺强，覆盖范围应该很远吧？卧槽，电话竟然也能拨通，这也太牛逼了吧！哈哈，快看这个论坛，里面有很多丧尸猎杀攻略，还有招募新居民的申请窗口呢。我得联系我朋友，让他赶紧过来才行。我去，聊天功能也有啊，666啊，还可以申请账号发布帖了。万岁，我这种网瘾患者有救了，马上申请账号，发个帖子过过瘾。随后，不少人拍摄了自己的早餐和自拍，兴奋地开始发帖，各种帖子迅速出现在论坛上。宋青青也发布了一则名为 A1 号避难所见闻与攻略的帖子，详细叙述了自己见到的一切，还重点介绍了我跟护卫队。帖子一出现，立马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很快，全是躲藏在各个住所里的幸存者，也震惊地发现网络畅通和基地论坛的存在，并且还可以申请加入。但当众人看清楚申请条件后，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而不少聪明人却从其中找到了有用的信息。尤其是亚当在首页发布的丧尸攻略，更是对许多幸存者提供了不小的帮助。天啊，好人啊！这个避难所总结的丧尸攻略也太强了吧！这些知识早点知道的话，我朋友就不会嘎了。帖子上说，丧尸杀死后可在其脑子里获取1枚晶核，这是一种非常优质的能源晶体，可以去 A1 号避难所换取物资和武器呢。卧槽，这个避难所到底是谁建造的？不仅物资丰富，连武器都可以换到，太让人眼馋了。哈哈哈，老子虽然申请不通过，但是却可以去猎杀丧尸换枪械，明天就开始猎杀。好饿，我得去杀丧尸换食物，不然我会饿死的。与此同时，北郊别墅区的一座小型避难所内，苏瑶正和几个同学坐在一起，默默地吃着一顿没什么滋味的土豆泥早餐。显然大家对这些早餐不太满意，但都清楚现在的情况，满大街的丧尸根本无处藏身，在场的人要不是苏瑶顾念旧情，哪一个配住在这种地方？而就在此时，我去，我的手机竟然有信号，快看，还有一个什么 A1 号基地论坛自动弹了出来。什么？不可能，这年头哪里还有什么信号？我们不是早就试过了吗？我的也有信号，真的有一个论坛。天啊，好多人发帖。天啊，卧室里还养这么多禽畜，这个避难所到底有多强大？我也想吃肉，也想吃蛋糕，还想喝肥宅水。我们能报名加入这个避难所吗？太幸福了吧，这里简直是末世的天堂啊！看着居民们晒出的早餐，同学们顿时羡慕地吞咽着口水。而此时的苏瑶却发现了我的名字。由于许多人好奇避难所的掌握者，因此不少幸存者进行了深扒。而宋青青作为与我同乘一辆车的幸存者，她的攻略让许多人的疑惑迎刃而解，而且还有不少人发出我巡视时的画面。也就是说，避难所的主人是他。天啊，季燕就在 A1 号避难所。什么？不可能，他哪里配申请这么高级的地方？就是啊，他又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技能，人家怎么会要他？瑶瑶，你不会是看错了吧？季燕现在还不知道躲在哪个臭水沟呢。这个帖子里说的总不会错的。宋青青是我以前瑜伽班的学妹，我认识她。你们看，许多幸存者拍下的照片里，这个人不是季燕吗？他身后还跟着大量荷枪实弹的士兵呢。大家都说他是避难所的主人，也就是说，季燕不仅没出事，他反而很安全，现在更掌控着一个神秘而强大的基地。天哪！我去，这种大型地下避难所建造成本起码超过1000亿，而且还有许多划时代的高科技，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季燕是某个隐藏身份的富二代？不对啊，
我从初中就认识他了，他家是真穷。我去，凭什么呀？凭什么他能获得这种避难所，而我们只能住在这里？随后，苏瑶来到父亲苏天全的房间，将手机里的内容让他看，并将事情前后说了一遍。1号避难所，东江市还有这种地方？苏天全是个枭雄，乱世之中也可以活得很舒服。他不仅是富商，更是在黑白两道都有威望的狠人。现在手底下不仅有大量训练有素的保镖，而且还收拢了不少退伍兵与小混混，更有许多自制武器，并且还联合了别墅区的其他富豪，轻松抵御了第一波丧尸风暴。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比谁都清楚。瑶瑶，你这个同学不简单啊，你和他关系怎么样？关系一般，不过还算说得上话吧。好，说得上话就好。走，收拾一下，咱们现在过去拜访拜访。现在外边全是丧尸呢。放心吧，这个论坛里有些攻略说的还是很对的。白天丧尸的嗅觉、听觉、行动力都不如晚上，遇到丧尸就开车撞过去，然后快速离开。我也会多带点人，最主要的是，现在不仅咱们想去，估计很多人都想去看看呢。随后，父女俩一行人加上几个爱看热闹的同学一起出发了。一路上丧尸确实不少，但确实只要小心躲避还是安全的。实在躲不过去，弓弩猎枪一起上阵，几下就能把一波丧尸给干掉。去几个人把这些丧尸的脑袋砸开，看看到底有没有晶核。随后，随着腐朽的恶臭味散开，一颗颗晶体出现了。苏爷，这东西就是您说的晶核，丧尸头颅里边的水晶体，每一个都有。果然，这种神秘莫测的东西，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更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季燕却早已知晓，而且还在大力收购。晶核里蕴含的秘密，只怕不简单。如果能够参透这个秘密的话，继续前进，尽快抵达 A1 号避难所附近。末日到来，我在神级避难所孕育出无数名人造人战士，全副武装，物资准备充盈，并且改装了数百辆战车，升级了网络，发布了论坛，吸引了各方势力大佬的注意，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幸存者前来申请居住。但由于部分人不符合申请条件，导致多次申请失败，瞬间情绪爆发。老娘才38岁，还是风华正茂的小仙女，为什么不符合条件？尼玛，又是不通过！老子申请了7、8次了，冒着生命危险跑来这里，凭什么还不通过？大家都是同胞，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住？谁是负责人？马上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否则我们就不走了。到时候闹腾起来，惹来丧尸，看谁倒霉。对，我们就不走了。我倒要看看你们为什么这么狂，凭什么故意刁难我们？一堆人迅速在门口闹腾起来，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无能狂怒，有一部分人是故意推波助澜。而此时，基地的士兵们也不会惯着你，只见士兵们已经举起枪，就连围墙上的重机枪也调转了枪口，瞄准了下方。众人见状，顿时神色大惊，头皮发麻。而就在朱雀拿枪再次警告之时，却传来了另一个声音：住手！女人名叫杜子渊，曾经拥有实权的官面人物。此次她前来的目的，我早已了如指掌。打着官方民族大义的旗号过来忽悠忽悠，想直接收编我。当然，这也是他背后大佬的想法。谁给你的勇气这么对待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你们基地的负责人是谁？马上让他出来见我！哼，想见我们指挥官阁下，你也配？这是我的证件，让你们负责人马上出来，不要让我说第3遍。呵呵。朱雀并不打算与他纠缠，当即便举起枪，看到我出来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指挥官阁下，指挥官，难道他就是姬燕？这么年轻，他是怎么做到的？此时苏天全等人也围拢了过来。当苏瑶与几个同学发现确实是姬燕时，全都目瞪口呆。各位什么意思啊？这是对我们基地有意见？不敢。季先生是吧？我是东江市抗震救灾委员会的协理秘书，我姓杜，方便聊几句吗？呵呵。季先生，你应该听过我们。几天前，我们还奋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为东江市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奋斗，你也是亲眼目睹了的。在这种时候，我们理应团结在一起，努力度过这场危机。所以，你应该加入我们，共同对抗灾难。你说对吗？对。季先生明白这个道理就好。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现在许多幸存者饥寒交迫，大家需要你，我们委员会也需要你。对。此时苏瑶忍不住轻笑出声，甚至人堆里也传出阵阵哄笑。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我的态度。好吧，我也不绕弯子了。现在全市100-200万幸存者缺衣少食，急需调拨各处的资源共度难关。不管是谁，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我代表抗震救灾委员会，准备征用你们基地。从今天起，你们基地将归属我们委员会旗下，一切人员物资由我们统一调配。季先生，你有意见吗？我的天啊，他竟然是来征用 A 号避难所的，我没听错吧？哎呦，这可是好事呀！到时候咱们没准也能住进去呢。哈哈哈，斗地主打土豪什么的，我是最喜欢的。人堆里，许多刚被拒绝加入基地的人纷纷兴奋了起来，而苏天全等人却露出了一抹鄙夷。这女人真脑残，末世才爆发2天，她的思维还没转变过来呢。
躲远点吧，待会别溅你一身血。说完了吗？还有什么大道理一起说出来？我喜欢听。我这个人虽然没有道德，可我喜欢被人道德绑架。继续啊！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要拒绝收编吗？如果不能团结一致，我们炎黄血脉还怎么繁衍下去？姬燕，你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先烈吗？你最好想清楚再说。想什么？想着怎么不劳而获，怎么空手套白狼是吧？好，既然你是这个态度，那咱们就没必要再谈了。有任何后果你自己承担。我送你一句话，任何站在民众对立面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呵呵，威胁我是吧？好啊，那我先让你们没有好下场。你什么意思？此时朱雀等人再次抬起枪口，几百个枪口对准众人。众人见状，全都下意识的倒退几步。我知道本基地储存的物资，包括其他一切东西，肯定会引起窥私的。可我没想到，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跑来这里撒野。你以为现在还是以前吗？可以任由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少拿这些狗屁的大道理来压我。末世之中，什么道理都比不过一块面包来的实在。今天敢在这里闹事的，要么你们杀出去，要么我送你们上路。各位可以任选一条。此话一出，杜子渊一行人顿时脸色大变，刚才闹事的人也齐齐变了脸色。就在此时，苏天泉笑呵呵地走了过来。贤侄息怒，在下苏氏集团苏天泉，小女苏瑶曾是你的同学，不知在下可否说几句公道话？哦，伯父请说。这世道纷乱，什么牛鬼蛇神都出来搞事，其实大可不必这么动怒，低调处理就好。说着，苏天泉毫不犹豫地接过猎枪，对准杜子渊就是一枪。杜子渊应声倒地，众人顿时震惊了。等杜子渊带来的人反应过来准备举枪反击时，朱雀、青龙等人已经疯狂开。顷刻间，杜子渊带来的人全被打倒在地，众人被一次次的震惊呆立在原地。而我与苏天泉两人却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而此时率先反应过来的各大避难所大佬们趁机过来拜见。一番寒暄后，我便邀请众人一同进入了基地，而苏瑶与几个同学则是默默地跟在人堆后面。虽然是同学，此时却不敢相认。等众人进入基地后，再次被震撼到了，竟有如此科幻般的基地，这地方只怕连核弹导弹都未必轰得开。苏伯父这次过来，除了拜访之外，应该还有其他事吧？贤侄快言快语，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这次过来就是想采购一些武器，你也是知道的，丧尸是咱们的共同敌人，乱世之中没有枪，我们实在是没安全感啊。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后，我便让士兵抬了几个箱子过来，里面不仅有手枪、步枪，还有大量的手雷、子弹。卧槽，手枪和突击步枪这么多，还有这么多美式军火，你这是抄了军火库吗？好枪绝对是好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方式购买呢？物资我这里不缺，武器更是想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们有金盒，一切都好商量。又是金盒，季兄弟，这金盒到底有什么用？我们用多少金盒才能兑换？价格也十分低廉，一把 M9 手枪30枚金盒，一把 M16突击步枪只需50枚金盒，手雷1枚金盒一个，子弹1枚金盒10发。我去，这个价格简直太诱人了！这个价格好，多谢贤侄。你等着，我这就回去召集人马外出猎杀丧尸。季老弟，你放心，你要多少我们给你弄多少。各位老哥不用急着回去猎杀丧尸，既然来了，就每人先带200支枪回去，金盒以后再给我也一样的啊。这么好，老弟不怕我们跑了？哈哈哈，我们跑个屁啊！以后还得买子弹呢。承蒙老弟信任，我老林多谢，以后有事尽管说话，我绝不推辞。对，以后有事你尽管吩咐，我们一定照办。就在苏天泉等人个个喜笑颜开之时，一旁的苏瑶等人个个眼睛里却布满敬畏。季燕，我们能来你的基地居住吗？对啊，我们能过来定居吗？我们可以帮你做事的，帮你管理基地也可以的。是啊，外边太乱了 ，A1号避难所简直是天堂，我们要是能住进来就好了。季燕，如果方便的话，让他们住这吧。我们家的避难所有点小，确实委屈大家了。呵呵，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们想获得居住权，可以去申请，只要符合条件的，马上可以住下来。如果不能通过，那我也没办法。这么大的避难所，我不可能随意徇私的。要是能申请通过的话，何必亲自找你呢？王八蛋，这是什么？你们都别失落了，季燕管着这么大的基地，总得要公私分明的。而且我们家也向季燕买枪了，以后安全方面不用担心，日子会好过起来的。以后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跟着苏瑶混吧，至少她不嫌弃我们。A1号避难所门槛太高，我们高攀不起呢。听着大家阴阳怪气的声音，我并没有理会他们，而苏天泉眼中却闪过一丝惊芒。随后交易谈妥，大佬们纷纷带着军火告辞了。回去后找个借口，不要再让瑶瑶那几个同学出现。末日到来，我在神级避难所孕育出无数名人造人战士，全副武装，物资准备充盈，并且改装了数百辆战车，升级了网络，发布了论坛，吸引了大量幸存者前来申请居住。仅仅不到7天的时间，避难所人口就已经达到10万人，数量达到了上限。随着基地人口的爆满，岗位需求也大大增加，并且由于种植区蔬菜的陆续收割，导致基地居民无法内部消化，
产能过剩，所以我决定把每个生活区的工厂启动起来。由于机器都是现成的，稍加维护就可以正常运转，所以在短短几天内，基地内开设的工厂就多达30多个，而且还在陆续的开放中。同时，为了基地稳定发展，减少不利因素的存在，我让亚当建立了居民个人分析档案，每个人的言行举止等相关信息都有记录与分析。除了可以随时调用外，也是为了接下来招募雇佣军做准备。由于系统强行规定，一个基地最多只能有5000人造人，因此想要单凭护卫队保护基地，难免有点势单力薄。所以招募雇佣兵的计划也必须提上日程，为接下来的作战做准备。准备一下，明天开始招募雇佣军。此时正值午饭时间，大家正在食堂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我跟朱雀巡视到此，大家看到我后，纷纷站起来跟我打招呼。大家不用这么客气，在这过得还习惯吗？各位对我们基地有什么意见吗？有意见可以说出来，我们好积极改正。现在有吃的有喝的，大家都很满意呢。就是什么？别怕，有什么意见就说出来。基地是我们大家的，都有维护好它的义务和责任，不是吗？不是说要招募雇佣军的吗？我是退伍兵出身，身手还不错的，什么时候开始报名？雇佣军的招募明天就会开始进行，大家稍后可以从手机上查看相关公告。我们会陆陆续续招募1万人进行整训，并且发放武器，提供各种高额的薪金奖励。太好了，雇佣军竟然要招募1万人，还配备最好的武器，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我得加入。我可是退役兵，要加入也是我先来。季先生，我有个问题可以问吗？此时，一名身高近乎2米的壮汉举着手发问：自家基地里竟有如此彪悍的人，你有什么问题吗？是这样的，我叫李铁柱，以前当过兵，自信是够资格加入您的雇佣军的。可是，如果我有一个娃，才5岁，他母亲在这次丧尸风暴里死了，如果我去参加雇佣军的话，他该怎么安置？咱们基地有幼儿园之类的地方吗？此时，只见李铁柱身后却有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同时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大家都知道，我们基地对未成年人每个月的补助金，足以让这些孩子们衣食无忧，快乐成长。同时，我们的10层是专属于学校区域，不仅有适合幼童的保育院、幼儿园，还有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你如果想加入雇佣军的话，孩子可以放在幼儿园里生活，平时有空的话就接到身边照顾。战斗训练与抚养孩子完全是不冲突的，而且雇佣军待遇非常好，不仅包食宿，每个月保底，还有5000以上的积分奖励。训练战斗中表现优异者，奖励更多。太好了，谢谢季先生，谢谢。此时，众人悬着的心算是放下来，每个人都充满着希望与奔头，而我却对李铁柱产生了兴趣。随即我便让亚当调出了李铁柱的个人档案。李铁柱只说自己当过兵，可是这份档案里却不止这么简单。李铁柱是6天前加入基地的，目前住在一个4人间里，与一对父子俩同住。他的身体非常健康，擅长各种格斗枪械以及特种作战。从他这几天的言行举止中可以分析出，他的性格憨厚老实，执行力非常强，与女儿的感情十分深厚。这种人才是雇佣军中最佳的招募人选。马上给他调整房间，安排一个3人间给他与女儿居住，同时将他列入重点监控人员名单。如果培养得当的话，未来雇佣军的负责人，我希望是他。明白。第二天一早，基地内的空地上，几万名报名者开始登记测验。经过一系列的体检筛选，很快1万名雇佣军便选拔完毕。我看了一下选拔信息，不出所料，李铁柱果然已经入选，而且稳稳地占据了此次考核的第1名。这次雇佣军顺利招募完毕，加上满额的5000护卫队，现在基地有15000人武装力量，这大概相当于以前9州1.5个师的兵力。而就在此时，有个久违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恭喜主人避难所军队人数突破1万人，你已开启个人升级面板，请自行查看。什么？个人升级面板？游戏里它可是能主动提升避难所主人的战斗力的。很快，我的脑海里迅速出现一个简单的升级面板，面板上除了我的个人属性值以外，自己的能量值在疯狂飙升。由于猎杀丧尸可以获得进化能量，所以之前猎杀的丧尸全算在了里面，并且现在已经有3万多点能量。不错不错，提升等级。一连串的升级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我的体质力量也在不断暴增，整个人就像是野兽了，散发着凶厉的气息，很快便达到了10级。而此时却已经不能升级，却多了一个是否选择基因进化的选项。基因战士吗？这个可以啊，这可是常人可遇不可求的一道基因锁，需要长期的锻炼以及吸收大量的晶核才有希望开始基因进化。随着一股可怕的能量融入身体，我的浑身细胞仿佛炸裂了一般，各种刺痛相继传来。就在我即将忍不住时，一道无形的火焰从我头撞开，紧接着基因重铸，变得更加强大，恐怖的力量与气血开始在全身翻涌。看着刷新后的面板，此时我已经正式晋级为1阶基因战士，实力突破人类极限。此时并没有人发现我的改变，只有朱雀与青龙好像有所察觉，看向我的目光中带着一丝惊讶。随后我对大军进行了宣言，由此提升了雇佣军的气势，并且我再次重申了纪律。都给我记住你们的承诺，如果被我发现有任何人力同外敌，背叛基地，那么下场有如此撤。我一脚踢在了旁边的皮卡车上，皮卡车被踢得凹陷变形后，翻滚才飞出去10几米远。我操，这不是幻觉吧？这还是人吗？一辆2吨重的皮卡，一脚就能踢爆，而且还能踢出去10几米。我的天啊，这怎么可能？这是超人吗？众人全都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哪怕是李铁柱这种壮汉，也吓得头皮发麻。人类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可怕的力量？难怪他年纪轻轻就可以掌控一个基地，难怪他手底下的护卫队人人凶猛，原来他竟隐藏有这么可怕的力量。青龙，宣布各级军官名单吧。是。各位，下面请念到名字的人出列：师长李铁柱，副师长刘荣生。念到名字的人个个激动不已，尤其李铁柱，万万没想到自己竟成了师长，这可是整个雇佣军的第一把手。想到我之前给他提升的待遇，现在竟又如此信任他，感动的不知道如何是好，铁了心要做出成绩来证明自己，证明我没有选错人。指挥官阁下，请给我7天时间，7天后我还你一个训练有素的强大师团。好，各种训练场任由你们训练，各种子弹管够，从列队到枪法，我希望你们与时俱进，刻苦训练，练就一支铁血之师。接下来的时间里，李铁柱开启了他魔鬼般的训练。由于雇佣军1万人里有超过1/3是退伍兵，这些人对各项训练十分精通，因此在老兵带新兵的情况下，成长速度也非常快。但由于军队扩张以来，全都只是装备了枪械和车辆，所以直升机之类的作战武器也必须安排上。维修组对装甲车和直升机生产线的维修完成的怎么样？不太好，由于目前装甲车和直升机的生产线大部分设备处于损坏状态，维修组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维修工作。看来只能选择系统维修或者升级了。现在我们的金核数量有多少？25123枚。这么少，也难怪招募满5000人造人就消耗了大半的金核。看着系统面板上直升机与装甲车的金核消耗数量，我只能选择维修。随着一连串的提示音过后，兵工厂里各种损坏的设备发生了奇迹般的改变，并且当我赶到这里时，维修组负责人白虎已经带人在调试设备了。指挥官阁下放心，经过全方位的检测，各种设备运行正常，随时可以进行各种零部件的生产。亚当发布的直升机和装甲车型号多久可以生产一台？直升机生产时长为7天1台，装甲车1天5台。好，立刻开始生产，2条生产线必须日夜不停，全力生产。很快7天的时间一晃而过，李铁柱训练的雇佣军整装待发，而伴随着第1架神鹰武装直升机的完成，也意味着基地第一次对外清扫作战计划的开启。指挥部内，护卫队高层与雇佣军高层正在等候着我的命令。各位，现在丧尸已经在外肆虐了大半个月时间，全市100-200万幸存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都有人失去自己的生命。我们基地虽然暂时没有任何危机，可是却不能掉以轻心，只有训练出百战精兵，才能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执行基地第一次对外扫荡任务，目标是将基地外方圆5公里内的一切丧尸扫平。大家有没有信心？请指挥官放心，我们雇佣军绝不给您丢人，我们有信心在实战中快速成长起来。好，大家请看，我们基地周围5公里全是市区，灾难爆发前预估人口大概有30-40万人。也就是说，我们最低限度也要面对几十万丧尸的攻击，同时激烈的作战很可能将其他区域的丧尸吸引过来。因此，这次的大规模对外扫荡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绝对不可以孤军冒进，各部门要听从指挥协同作战，务必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作战目标，都明白了吗？明白。好，此次对外扫荡作战总指挥由青龙担任，雇佣军全军出战，以连为单位开始进军，护卫队出战3000人，重点负责支援作战以及新型监测设备的安装，务必尽快完成这附近监测体系的搭建，能做到吗？能，请指挥官阁下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李师长，请你率领雇佣军向基地东南方向的主要街道缓步推进，抵达预定位置后构筑防御工事，然后开枪引来丧尸交火，护卫队会为你们提供火力支援。明白，兄弟们，出发！很快，大军在交替掩护下，缓慢地进入作战区域，而我带着青龙直接乘坐武装直升机，开启了空中巡航指挥模式。基地附近的街道空地上聚集着不少幸存者，他们虽然不能入住基地，却知道 A1 号避难所附近是非常安全的，所以不少聪明人都往这里聚集，形成了一片不小的聚集地。而不远处的高楼大厦、天台等地也依稀可见许多幸存者的踪迹。当这些幸存者发现基地内的大动静，以及看到一架直升机升空时，许多人开始议论起来。我去 ，A1 号避难所这么多大军出动，起码上万人吧？天啊，连武装直升机都有 ！A1 号避难所的实力真是牛逼啊！我去，这么大动静，难道是 A1 号避难所要出来猎杀丧尸吗？什么啊？这可不是猎杀丧尸，这叫做大规模清扫！哈哈哈，咱们有福了！等到他们扫荡完这片区域的丧尸，咱们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是啊，希望基地的士兵给力一点，把这附近的丧尸扫平，我们也能安全一些。说话间，雇佣军已经对丧尸发起攻击，大量的丧尸隔着几百米直的道路，远处游荡的丧尸听见动静，纷纷向这边扑过来。兄弟们，加大火力，重机枪手交替掩护攻击，不要让丧尸冲过来！数不清的子弹疯狂扫射，燃烧弹与高爆手雷更是不要钱的砸出去，丧尸也一波又一波的疯狂扑杀过来，但大多还没跑就已经倒在火力下，从始至终都没惊动护卫队出手，单凭雇佣军就已经稳稳地挡住了丧尸大军的进攻。快，挡住，挡住！不要慌，要稳扎稳打。此时，李铁柱站在一辆铁甲运兵车的观察口处，不断地下达命令。现在丧尸的攻势减缓，远处的丧尸还没补充过来，全线推进50米，重新构筑防御工事，给老子打上去！拾荒组的人呢，还不快点出来搜集金核，还有沿途各栋大厦的物资，都给老子搜集干净！快！看到这满地的丧尸尸体，以及周边已经确认安全的大楼，拾荒者们激动地嗷嗷叫，
争先恐后的往前跑，直接冲入战场疯狂搜刮。与此同时，护卫队趁着大战吸引丧尸注意力的时机，还分出一部分人在各处安装监测设备。这些监测设备通过太阳能转化电能，然后连接网络，便成为亚当在每一个街头巷角的眼睛。而这一切全都尽收我眼底。这个李铁柱还是有点本事的。不错，走，我们再到处看看。此时地面上丧尸肆虐，可是天空却暂时还是安全的。而就在此时，我突然看到一拨人在猎杀丧尸。这些人是谁？其实这种猎杀丧尸的行为并不罕见，组队杀丧尸也是常有的。可是这波人却并不一样，他们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且人数不少，相互之间还懂配合。不少人身上穿的好像是泥土服。主人，他们是57军残部的人。现在东江市除了我们 A1 号基地外，还有4大官方避难所的势力，是不少幸存者想要加入的大势力，其中就有57军残部，为首者名叫陈卫国，以前是上校军衔，现在手底下也招揽了不少人马。没想到在这碰见了他们，这些家伙实力不错呀。他们猎杀丧尸，一来是在搜集物资，二来也顺手挖金河。难道他们发现了金河的秘密？主人放心，他们没有发现金河的秘密，挖金河只是想找我们兑换武器与物资而已。现在我们基地中的武器与物资，不少都流入了各大势力中，4大基地都十分眼馋，最近正商量着接触主人你呢。原来如此，走吧，回去。直升机开始返程。与此同时，我随手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大量的信息提示不断闪烁。我的进化能量已经达到了11万多，开始升级。一连串的升级过后，11万能量点迅速消耗一空，我的等级也提升到了15级，同时我的身体也变得更加强大，浑身上下隐藏着一种爆炸性的。只可惜不够第2次基因进化，现在战况非常顺利，杀几天丧尸应该能捞到几十万点能量点才对，到时候再升级吧。此时李铁柱带领的雇佣军已经推进了几百，而护卫队跟在后面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打得不错。就在我满意的准备结束巡视行程，却出现了让我脸色大变的家伙。只见一个与寻常丧尸有极大区别的家伙，竟在天台楼顶间不断穿梭跳，速度飞快地扑向战场。是舔食者？怎么会？他作为丧尸的变种，不仅速度飞快，力量惊人，而且舌头长达数米，像一把利剑，战斗力比一般丧尸强大几十倍不止。此时李铁柱也发现了舔食者的存在，大家小心！一声惊呼后，虽然士兵们加大，但由于舔食者速度太快，火力网根本无法锁定他，眨眼间便窜入了队伍之中，利爪横扫，口气嘶哑，顷刻间便有士兵倒下了。此时由于防线出现了漏洞，无数丧尸兴奋地呼杀上。我去，这是什么鬼东西啊！丧尸冲上来了，开枪啊！快开枪！雇佣军的防线顿时乱作一团。而就在此时，我从高空一跃而起，瞬间落入丧尸堆，恐怖的冲击力让阶梯大量的碎石冲击波横扫过去，几十个嗷嗷叫的丧尸当场就被轰飞出去。此时舔食者正准备用舌头刺穿一个士兵，我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并抓在手中。舔食者疯狂挣扎表现，朝我扑杀着，但还没等他发力，他的舌头被发动巨力，狠狠的一扯，砸向四周。舔食者痛苦哀，大量的丧尸也被砸得西瓜崩裂，但我并没有停手，而是再次发力，将舔食者一把扯到自己的面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一拳巨力当场打爆了舔食者的西瓜，而呼之欲出的是一枚血红色的金核。天啊，这还是人吗？卧槽，我没眼花吧？从高空落下都没事，这是超人吗？此时众人震撼的目瞪口呆，不仅雇佣军的士兵满脸不敢置信，就连在远处高楼上观战的幸存者们也震惊不已。发什么呆？堵住防线，继续开火！是，兄弟们，快，堵住防线，继续开火！士兵们回过神来，扣动扳机，刚才紊乱的战场防线立马稳如泰山。对不起，指挥官阁下，都是我的疏忽，导致了士兵们的死伤，请你处罚我吧。没事，战场上死人是正常的，舔食者的强大根本不是现在的你们可以对抗的。是，收拾一下阵亡士兵的尸体，抓紧救治伤者。阵亡的人如果有家属的，一律丰厚抚恤；没家属的就收拾好骨灰，改日安葬。受伤的不惜一切代价治疗，残疾了有基地养。雇佣军中缺少的名额，优先从拾荒组中挑选。明白。看来情况有变化，必须尽快搭建起全市的监测体系才行，不然这类事情可能会层出不穷啊。您刚才说这鬼东西叫做舔食者，它比一般丧尸强太多了，难道还能大规模的出现吗？总有一天会的。就这样，第一次对外清扫作战一共持续了5天，不光清扫了30多万的丧尸，收获了几十万金和与几十万个人进化能量，还有海量的物资，既增加了基地的战略储备，也让全市的幸存者看到了我的硬实力。各位，此次对外扫荡大作战的整体战略目标已经初步达成，各部门尽快进行休整。这次作战我们清扫了30多万丧尸，极大的减轻了全市幸存者的生存压力，你们都是好样的。不过这次作战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各位回去后各自总结出我们存在的缺陷，尽快成长为一支铁血之师。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你们谁还有问题的？现在可以说出来。我有个问题，5天的作战里，我们一共遭遇到3次舔食者，除了第一只被老大收拾外，其他2只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伤亡。我想问问他们是从哪冒出来的，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未来的丧尸会不会变得更加厉害呢？
李铁柱提出的问题让大家都不免皱起了眉头。舔食者不光让雇佣军损失惨重，就连护卫队也死伤了20多个士兵。这个情况由宋教授跟大家说一下吧。各位，我是基地科研所的负责人宋志文。最近我们的科研人员一直在跟踪研究丧尸与环境的变化。对于李师长的问题，我可以明确的回答，丧尸是会变得更加厉害的，他们正在不断的进化之中。据我们检测发现，丧尸病毒的活性比1个月前增强了1倍，而他们的实力也随之增强了1倍，甚至涌现出了不少更强大的类型，也就是舔食者。众人闻言倒吸了一口凉气，难怪最近的丧尸越来越难杀死，这些家伙竟然会进化啊！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现在丧尸风暴已经过去了整整1个多月，陨石天灾也已过去了40多天，在我们的监测中发现，外界的空气质量也下降了，气温对比之前同时期的气温上升了0.6度左右。什么意思？这跟丧尸有什么关系吗？简单点说，气温升高后，全球的冰山就会融化，未来1-2年内，全球海平面将上升70米左右，也就是说，许许多多的城市将要被海水淹没。同时，这些上涨的海水也会逼迫着沿海各地的幸存者与丧尸不断的朝内陆进发，也就是说，东江市的丧尸数量会越来越多，局势会越来越乱。我去，也就是说，数不清的丧尸会源源不断的朝我们涌来，而且这些丧尸还在不断的变强势吗？是的，而且从人工智能的监控中，我们推断，之前出现的3只舔食者全都是从市中心出来的，很可能市中心内部某处已经出现了一个丧尸母巢。丧尸母巢，放心吧，虽然这只丧尸母巢深入地下，我们暂时没实力灭杀它，不过它也是要时间孕育的，短时间内并不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影响。大家该训练就训练，该干嘛就干嘛，日子总得照过。我的一番话就像是一根定海神针，大家也随之松了一口气。说的也是，只要指挥官说没事，那就没事。随后，经过大家的一番讨论，一致决定将这个消息发布出去，共享给全市的幸存者。现在外界丧尸正在变强，如果幸存者们还抱着以前的老思想、老经验，很可能会在猎杀丧尸过程中丧命，这对我们人类的整体实力是不利的。亚当，这件事交给你，把舔食者的视频以及我们对丧尸的分析发布到基地论坛上去，更新一波丧尸攻略吧。明白。很快，论坛上丧尸攻略的更新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许多人一看顿时吓得心惊胆战。我去 ，A1 号避难所发现丧尸正在不断变强，全球气温上升，海平面升高70米，尼玛，我老家不是要被淹掉了？这鬼东西是什么？好可怕！这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不会是故意骗我们的吧？骗你个头啊！这里有视频呢，没看到舔食者有多恐怖吗？季亚大佬的手下都死了好几百个，我们要倒霉了！大家惊恐的议论纷纷，苏天全等一众大佬也纷纷向我打电话确认。虽然这些大佬囤积的物资不算少，可是他们怕自己还没等到物资消耗完毕，就被丧尸给干掉了。当确认真的有此事后，全都吓得拼命下单采购武器来武装自己。与此同时，由于更多的幸存者发现避难所周围更安全，纷纷迁到基地附近，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交易市场。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在基地外交易情报物资。而此时，4大官方避难所也坐不住了，一直没有露面的陈卫武、魏东元、谢文展、薛冰4人，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带着数百号人，抬着一箱箱金盒上门求见。4位亲自过来见我，到底所谓何事？不会又是想来收编我的吧？不敢。季先生恕罪，上次杜子渊之事都是他不懂事，私自做出的决定，真的与我无关。在下管教不力，本应上门致歉的，不过最近忙得晕头转向，如今才找到机会过来，还望不要怪罪。说话的这位正是薛冰，上次被苏天全开枪干掉的杜子渊，就是他鼓动过来收编我的人。现在他的一番致歉，直接就把自己与杜子渊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季先生年少有为，我等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同凡响啊！是啊，老薛有得罪之处，还望你大人有大量，不再计较。今日我们都是过来拜会的。如今局势糜烂，我们炎黄子孙自然应该团结起来对抗丧尸，不知季先生觉得呢？其他3人也在一旁打着圆场。4人曾经也是官方的高官，都是老狐狸级别的存在。虽然此时他们满脸笑容，心里不知道打的什么算盘，收编不成，后面联合起来攻击我也说不定。而我也懒得跟他们废话。好了，我知道你们的来意，简单点开门见山吧。第一，论坛上发布的丧尸母巢的消息是真的，你们最好加紧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第二，本基地军事武器与物资可以大规模出售，一把手枪只需30枚金盒，一把突击步枪只需50枚金盒，手雷1枚金盒1个，子弹1枚金盒10发。至于面包、蔬菜、饮用水等生活物资的价格，一律是1枚金盒10斤，也就是200金盒1吨。具体要采购多少，你们直接找朱雀谈吧，我还有事，下次聊。说完，我果断转身走人。4人猛地目瞪口呆，这家伙也太狂了吧！认识一下而已，至于这么不耐烦吗？呵呵，人家狂有狂的底气，你有吗？现在他不仅有东江市最大的武装力量，而且还是最大的军火商以及物资商人。你们谁有他的实力，也可以这么狂的？以往的他们何其威风，一句话就能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去哪都是人人巴结的存在。哪怕是苏天全这种人，见到他们也得客客气气。谁知在我面前，眼巴巴的贴上来想套套关系，却被懒得搭理。各位嘀咕完了吗？没什么事的话，就请尽快离开。想采购物资的话，就下单交易。我们基地只收金盒，价格也没得商量，买不买请随意。
买，我们买。最终4人各自花费了几万金盒，采购了几百吨物资和若干武器。这些金盒几乎是他们这段时间的全部积蓄，此时拿来全部兑换了物资和武器，本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可是看到物资在不断的装车时，4人却不由得沉默了起来。我怎么感觉咱们是在替季燕打工呢？是啊，平时这破蔬菜一文不值，现在特么的200金盒1吨，老子辛辛苦苦杀了1个月丧尸才换到200吨，资本家都没他这么黑啊！这混蛋完全是在剥削我们啊！太欺负人了，这个鸡巴皮。又是新的一天，今天情况怎么样？不错，各大势力不断购买物资与军火后，发疯似的清剿丧尸，全市各地都打得不可开交，并且我们基地外还形成了一个交易市场，都是幸存者们自发组织起来的。一来方便从我们这里兑换物资，二来被套着我们，也让他们生存几率增加不少。现在每天单单是向散人幸存者们出售的物资，就已经多达120多吨。现在基地内部的金盒储备已经达到了59万之多。不错，我们毫无风险就赚到了海量的金盒，又可以升级一波设备了。不过在此之前，先提升一下个人实力吧。随后经过一系列升级，总共消耗27万进化能量，等级升级为20级。您已满足第2次基因进化条件，请问是否进化？进化。随着进化的开始，一股恐怖的能量席卷全身，熟悉的剧痛再次传来。与此同时，也能感觉到自己的体内基因组织正在发生变异。许久后，我吐出一口黑血，而身上却汹涌着恐怖的气势。终于进阶成2阶基因战士了，果然身体实力比之前强大数倍不止。有了强大的力量支持，我的基业才能更加壮大。既然现在有这么多金盒，也该再提升一下基地的实力了。因此，不光各类设备需要升级，人造人实力的提升也是重中之重的事情。所以，投资护卫队是最佳的选择。系统升级孕育舱等级以及重塑人造人士兵需要多少金盒？高级人造人基地升级为1星级人造人基地，将需要35000枚金盒，后期每孕育1名士兵，价格为100枚金盒。现有士兵等级提升，仅需80枚金盒。哦，这么贵？升级。恭喜主人扣除35000枚金盒，人造人基地升级为1星级别。系统提示过后，人造人基地的孕育舱瞬间发生了变化。朱雀，进去试试。是。随后，朱雀直接进入了其中一座孕育舱内。随着大量金盒的投入，孕育舱内部也开始有变化，各种营养液管道以及针头扎入朱雀的身体。他闭目之间痛苦的浑身抽搐，与我突破基因锁时的反应有些类似。过程持续了10多分钟后，我甚至能听到他体内气血的翻涌声。随着舱门的开启，朱雀猛地睁开了双眸，浑身的气势不可抵挡。最终，重铸体魄程序完成。朝我攻击。是。朱雀答应一声，随后一跃而出，挥拳朝我打来，并且带着惊人的劲。此时我也一拳打，两人双拳相碰，随后又是连续出拳，在电光石火之间互相对攻100多次。最后我稍微应，直接将朱雀震飞了出去，才结束了这场试探。不错，能挡得住我6成的力量对轰，1阶巅峰基因战士的实力果然实至名归。安排整个护卫队逐步分批进入孕育舱内进行体魄重塑。明白。很快，大量的护卫队士兵分批次进行了重塑程序。届时5000名非人类战士，整体实力将提升几十倍。什么舔食者，在他们面前都是弟弟。每人80枚金盒，5000人就是40万，吓人啊！幸好发了一笔小财，不然的话还真的支撑不起这次的消耗呢。现在还剩下15万多的金盒，该升级什么呢？亚当有什么建议吗？主人可以升级直升机生产线，现在直升机的生产效率太低，7天也才生产1架，目前整个基地才3架，空中力量实在是薄弱环节。现在地面武装力量已经足够强大，足以应对现阶段的丧尸规模，倒是空中的打击力量还是不足，制空权几乎没有。同时，主人还可以兑换1条无人机生产线。无人机在未来战场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灵活机动，制造成本低廉，可以极大的填补直升机无法抵达的地方，补充地面部队的空中控制力。哦，有意思啊，这不就是信息化战争的玩法吗？几百架携带有微型导弹的无人机，在电脑的操控下执行一体化全方位的火力轰炸，这场面得有多刺激！而且它不仅可以完成轰炸任务，还可以完成各类侦察、定位、追踪任务，绝对是物超所值的宝贝。升级直升机生产线需要25000万枚金盒，兑换无人机生产线需要45000万枚金盒。这样一来的话，金盒储备还有8万多枚，还有其他推荐吗？主人还可以兑换一套人工合成淀粉的设备，建造属于自己的面粉工厂，彻底解决食物储备不足的问题。人工合成淀粉就是传说中的喝西北风就能填饱肚子的黑科技吗？这可是好东西啊！以前九州曾经发明过这项技术，听说是用2氧化碳来制造面粉。一旦这种工厂建设起来，未来基地10万人每天呼吸的2氧化碳以及外界空气中不断变浓的废气，全都可以源源不断的变成面粉，这得养活多少人啊！好，就这3个，兑换。你选择升级直升机生产线，扣除25000枚金盒，
初级生产线晋升为中级，您选择兑换无人机生产线初级，扣除45000枚金盒，兑换成功。您选择兑换人工合成淀粉车间初级，扣除7万枚金盒，兑换成功。经过一系列的升级，首先发生变化的是直升机生产线，原本7天才能生产1架直升机，现在速度直接提升了1倍，7天可以生产2架。紧接着是无人机与人工合成淀粉车间，白虎带领着维修组迅速赶赴现场，调试着各类设备。而我首先来到人工合成淀粉车间，毕竟这里关系到未来能不能喝上西北风。这里不像是工厂车间，反而像是一个庞大的科学实验。这些仪器可以搞定吗？需要多少人手才能操控？每天的产量是多少？仪器设备全部正常，操作也十分简单，经过简单培训即可上岗。这个车间拥有大量的仪器，实际生产面积应该有3000平方，需要大概300人轮班工作，每日的产量大约是8万斤左右。哦，这么点大的车间，一天就能生产出8万斤淀粉，这不是意味着可以让几万人喝西北风喝到饱？是这样的，这种新型的人工合成淀粉技术非常先进，它的1平方米培养器皿的产量，相当于5亩地不间断的种植高产玉米的产量。这里总共有3000平方米的生产区域，产量可想而知。而且这还只是初级车间，如果升级到中级或者高级，那么车间会更大，产量会更夸张。好，很好。人工合成淀粉车间现在还太小，暂时产量不算太高，先让护卫队接手保证生产吧，未来扩大之后再招募工人生产。是。随后我又视察了无人机生产线，生产几台试试。是。白虎迅速带人调试设备，随着机床的启动生产和组装，7、8分钟后，大中小3种类型的无人机就摆在了眼前。指挥官，我们这条生产线可以生产的3款无人机：迷你型的侦察类无人机、中型自毁无人机和大型远距离侦察攻击机。如果未来无人机生产线继续提升，我们还能生产出更加强大的无人机。这3款只是初级版本。不错，好东西啊！它们的产量大概是多少？3款无人机产量都不高，工人够多的话，迷你型可以做出200台，中型技术含量最低可以做出500台，大型的体型较大，零件复杂，只能做30台。不错，赶紧招人开工。大型与迷你型先少量生产，中型的有多少给我生产多少。为了测试无人机的操控性能，我亲自指挥此次测试任务。一大早，避难所附近的商贩们便在卖力地吆喝着，而此时基地内浩浩荡荡驶出几十辆装甲运军车。咦，今天基地有什么大行动吗？怎么搞这么大的阵仗？谁知道呢？出门几百米3步还要重兵保护，要不要这么大派头？你们不知道吗？这就是季彦季先生，也有人叫他彦爷，整个基地说一不二的存在。狗大户，资本家，人比人气使人啊！我们吃都吃不饱，人家美滋滋的享受人生。我仿佛闻到了烤串的味道。就在大家议论之际，几十辆装甲车没有驶向其他地，就停在了基地不远处的村家。大量的护卫和士兵迅速在附近戒严。今天我除了测试无人机的任务外，还肩负着看孩子的任务。宋志文的女儿宋青青和李铁柱的女儿李小雅也跟我一起出来散心，并且2人已经在布置钓鱼烧烤的准备了。而此时亚当也做好了无人机的测试准备。亚当，开始吧。随着我一声令下，基地内瞬间飞出几百架黑翼，它们就像是蝗虫大军似的，迅速分散消失在城区上空。它们有的在半空飞行，有的围着大楼环绕，有的在狭小的废墟中辗转腾挪，灵活自如。此时我也通过亚当分享的实时画面，随时查看着测试情况。不错，由于测试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打算一边烤肉一边等。而就在此时，江面上有些许船只出现在视野中。青青姐姐，你看，江面上有船只啊，还有不少船在往岸边靠。是啊，怎么回事啊？只是你们少见多怪而已。这年头市区丧尸遍地难以生存，不少幸存者就以江河来阻隔丧尸，他们吃住都在船上，也不担心会有丧尸袭击他们，因此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加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现在江面上的势力也正在逐渐壮大。住在船上远离丧尸，随波逐流，却又安然自在，随时可以靠岸猎杀丧尸，搜集物资，这种生活应该蛮舒服的。就在我们说话间，一艘运输船却直接撞在了岸边，甲板上一个年轻女子正冲着这边拼命招手。小雅，小雅是你吗？我是你陆云姐姐啊。啊，陆云姐姐，是陆云姐姐，我在这里。渔船停稳后，甲板上的女子直接跳到了岸上，而这一举动却引起了警戒士兵们的瞩目。一把把自动步枪迅速上膛，此时女子被吓得待在原地不敢乱动，船上的人也是暗暗紧张了起来。季哥哥，这是我们外婆村子里的陆云姐姐，她是好人，你们别吓着她。我摆摆手后，警戒的士兵立马恢复原状。女子慢慢的往前边走，边好奇的打量着我们。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士兵？还有烧烤架和钓鱼竿？天啊，他们竟然是在这里钓鱼！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云姐姐，你还活着，太好了！我们刚才还在说船呢，没想到你竟然也在船上。你一直生活在船上吗？对，末世爆发后我们都躲在船上生活，最近弄了点渔获，来交易市场换点生活物资。你怎么在这？你爸爸呢？我和爸爸就住在这个基地里呀。
现在他是基地的师长，这是季燕哥哥，爸爸就在他手下做事。季先生好。你好。说话间，我扫了一下岸边的运输船，此船经过改装，大概可以容纳40-50人，而且现在已经住得满满当当，并且船上的人面容凶悍，显然都是带了武器的。咦，他是谁？他是我哥陆天，我爸以前就是在内河跑船的。灾难爆发后，我们没地方躲，在船上勉强能躲过丧尸，于是就艰难的生活了下来。陆陆续续也聚拢了一些老乡，大家互相扶持着度日。日子过得不错吧？物资来源是什么？这里有些吃的喝的，随意吃些吧，不用客气。季先生说笑了，我们的日子简直不要太苦。虽然住在船上能躲避大部分丧尸，可是河里水污染严重，许多鱼儿都死了。我们每天能捕获到的鱼并不多，喝的饮用水也不达标。要不是我哥经常带人上岸拼命杀丧尸，我们的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而且现在靠搜寻物资为生的人越来越多，凡是有价值的地方都被翻了个遍，什么能吃的喝的已经很难找到了。陆云越说越丧气，整个人不由得颓然了起来。而且他好像饿了许久。李小雅递过去的肉串，他吃的也是狼吞虎咽。不好意思，让你们看笑话了。我们还算好的，暂时饿不死，不少幸存者比我们还惨呢。垃圾堆都不知道被翻找了多少遍，虫子老鼠能找到都是美食，哪有你们这么好过？云姐姐，你也来我们基地吧。季哥哥只要答应，你怎么也不会饿着的。你可以去基地工厂干活呀。是啊，基地每天在外冒险，都有人员死伤，补充几十个进来也没什么的。季大哥，你说呢？不用麻烦，我们在船上生活习惯了，而且船上还有不少老弱妇孺，不能让季先生为难。闻言，我倒是高看了他几眼，如此理智，还真的是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他们兄妹俩还比较有人情味，但毕竟基地也不是什么人都收的。人啊，我不会直接收到基地里，这样乱了规矩。不过既然相逢就是有缘，请你联系李铁柱，让他领10吨物资和100支枪、若干子弹一起送过来，给陆云他们带上。啊，送给我们？不是吧？他不会有什么阴谋吧？我没听错吧？我只是单纯的想结个善缘而已，真没什么阴谋。兄妹俩年纪轻轻遇到这场天灾，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聚拢了一批人，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十分不容易，而且有情有义。比起谢文展、魏东元这类人，我当然更愿意投资他们兄妹，交个朋友吧，以后有事可以找李铁柱帮忙。此时陆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还在蒙圈状态，可随着我一声令下，基地大门开启，李铁柱带着人亲自押送过来20吨物资，以及一箱箱的军火石，就连一直在船上观望的陆天都忍不住跳上了岸。怎么回事？经过陆云小声的解释了一番，陆天的神色开始变化。季先生，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好像不是太熟，无功不受禄吧？你们是李铁柱父女俩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而且就算我不帮你们一把，以李铁柱的性格也会帮你们的。总之这些东西你们收下吧，不用在意。是啊，还是老大懂我。你个黑娃子还没死太好了，这些东西收下吧，至少能让你过得更好，以后混不下去可以过来投奔季先生。是这样啊，那就多谢了。随后他们便叫人将物资搬到了运输船上。大恩不言谢，以后季先生有事请随便吩咐，我们兄妹绝不推辞。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否则待会你未必走得掉啊！此时陆天才注意到，几百米外的交易市场上还有不少人正在贪婪地盯着这里，全都眼睛发绿，恨不得马上提枪抢了这些物资才好。诸位，抱歉，我们先走一步，快走！希望他们能逃掉吧。放心吧，陆天这小子可不是个善茬，一般人吃不下他的。老大，你想收他？这个傻大哥外表憨厚，心思却十分精明，未必要收，随便下的嫌弃吧。几人闲聊之时，我也在随时关注无人机测试的进度。亚当，测试的怎么样？测试还在进行当中，现在已经持续飞行了2小时零25分，一共进行了415个规避动作，以及174个集群攻击阵型变化，尚未发现任何问题，测试结果良好。很好，只是最近没什么像样的战士，否则直接找个地方试用，也能搞清楚无人机的真正威力。正在我苦于没有像样的战士来测试无人机时，却从亚当口中得知，此时在外安装监测设备的雇佣军因遭到丧尸疯狂袭击而发出了求援信号。如果主人需要测试无人机威力参数的话，可以取消派出救援部队，直接采用无人机援助的形式作战。好，立即安排。兄弟们，挡住啊，挡住！丧尸又冲上来了，给我打下去！子弹呢？谁还有子弹？给我来点！左边，挡住！废弃大楼内，雇佣军下的一个连队正陷入了苦战当中。大楼废墟，黑压压一片全是丧尸，他们发了疯似的飞扑着，行动速度非常快。此次作战，连长周成安带领着手底下120号士兵、50名拾荒者，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疯狂开火抵挡，才勉强挡住了这潮水般的丧尸大军。可是子弹即将耗尽，如果救援部队5分钟后还不到，大家就得弹尽粮绝死在这。连长，我们撑不住了。是啊，连长，救援部队什么时候到啊？今天的丧尸吃错药了吗？怎么会这么猛？挡不住了，谁还有子弹？别慌什么？给我挡住！我们的求援信息已经发出去5分钟，
最多再坚持几分钟就会有救援人员抵达的，不想死的都给我撑住！谁还有手雷 ？Q 一多，快！随着一枚枚高爆手雷砸出去，密密麻麻的丧尸大被炸为大片，众人的压力也是松了不少。但大爆炸过后，却面临着丧尸更疯狂的爆发，无奈手中的高爆手雷早已用光，绝境已经到来。此时，远处的江面上，一艘运输船正在往这边逃窜，正是陆云兄妹俩。但刚抵达这里，陆天等人就听到了剧烈的爆炸声，好像是一个军队组织被丧尸包围了。什么人这么倒霉？是李叔的手下，停船靠岸，准备救人。李叔的手下，季先生的雇佣军。天哥，要不算了吧？这么多丧尸，咱们上去了也是个死，靠岸很危险的。是啊，人家 A1号避难所家大业大，死100-200人算什么？就是几十吨物资，对鸡眼来说只是9牛1毛。我们为了这点东西去送命，不值得吧？尼玛，忘恩负义的东西！人家季先生家大业大，关你们屁事啊！送了几十吨物资，还喂不饱你们吗？一群白眼狼！天哥，不，天哥，我错了。别冲动啊，天哥，我们听你的。此时几人吓得惊呼，可是陆天却果断扣动扳机，几个白眼狼当场就被打爆头，其他人吓得倒吸一口凉气，再也不敢说出拒绝的话来。靠岸，准备救人！就在陆天下令准备靠岸救人时，异变突发，几百只飞影从远处天空迅猛飞来。这是只见10架大型攻击机在高空盘旋，500架中型自毁无人机底层攻击阵型从天而降，直接冲入丧尸堆里。紧接着，这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大量的丧尸被击沉。而此时还不算，随着第一波攻击过后，无人机在半空回旋回，这再次发动了攻击，500架无人机立刻，每一次都拿入丧尸最密切的，一波又一波的丧尸全被炸成沙拉。我去，我们不是在做梦吧？这些都是无人机，我们基地有无人机吗？哈哈，我们有救了，这下有救了！劫后余生的喜悦让每个人都忍不住狂喜万分。而此时运输船上的陆天等人也早已惊呆，几百架无人机都携带有微型导弹，而且都是自毁型的，这也太奢侈了吧！这要是对我们实施打击，最多几十架无人机就能让我们这艘运输船死无葬身之地。惹不起啊 ！A1号基地的底蕴也太夸张了吧！卧槽，丧尸还能这么杀，佩服！此时我也通过天空大型攻击机的镜头，实时观察着这一战。主人，无人机攻击方阵的测试已经结束，接到求援信号时，我们的无人机距离目标地点大概是 7.3 公里左右。中型自毁无人机方阵以最高时速120公里飞驰，3分39秒抵达战场，并且投入战斗。从战斗发起到结束，一共实施5种变阵，500架自毁无人机全部在最优地点爆炸，大概投掷了600千克 TNT 当量的爆炸物，造成约1万余只丧尸死亡。从作战反应速度、无人机灵活度以及爆炸的杀伤力等各方面评估，该款无人机已经达到目前顶尖科技水平。对亚当的评价我没有异议，并且对这次的测试也非常满意。而一旁的李铁柱看了却忍不住暗暗咂舌。我的乖乖，这么猛吗？以前我当兵的时候，特种作战旅也是有这类设备的，可是不论从操控性还是各项性能方面都没有这么先进，这只怕超越现有科技几十年了吧？燕爷，这种好东西你可得给我们雇佣军配备一点，到时候我们想轰炸谁就轰炸谁，遇到麻烦就叫支援，想想就美啊！想什么呢？这种无人机只是一次性的自毁型战略武器，不可能大规模装备部队的，最多给你们搞点微型无人机。微型的也好啊，咱们基地的科研能力是真强，各种好东西层出不穷。如今整个东江市谁敢招惹？最近雇佣军怎么样？没什么问题吧？暂时没有，我们每天要么刻苦训练，要么在外执行任务，战斗力一直都在增加，目前已经达到了以前9州普通陆军的作战水平。哦，这么快？9州陆军可是全球顶尖王牌，雇佣军才组建1个月时间就能达到普通陆军的水平。以前陆军的普通军团都是几年换一茬的新兵，全都没见过血，偶尔来一次红蓝对抗演习，哪里像现在天天玩命。见过血的士兵成长速度总是惊人的，虽然火力比不上和平年代的军队，可是战斗意识与配合方面却还是不错的。再给我几个月，我保证把全军都打造成精锐中的精锐，至少在小规模的巷战之中可以占尽优势。慢慢来吧，抽空对把火箭筒之类的生产线搭建起来才行。俗话说，穷则战术穿插，富则火力轰炸。要是每个班都配备重机枪和火箭筒，这战斗力不得飞起啊！走吧，今天就到这，收拾，回基地。就在我起身准备回城时，我的脑海里却响起了系统提示音：检测到第一次丧尸风暴，即将在10天后展开，双倍奖励模式开启。什么？丧尸风暴来得这么快？随后，在我震惊之余，立刻回到基地召开了紧急会议。据可靠消息，10天后将爆发丧尸风暴，因此此次会议主要商议如何应对丧尸风暴。什么情况？就是全体丧尸发狂而引发的一起狂潮，在此期间，他们会嗜血狂暴，实力激增，而且会不知疲倦地攻击人类的聚集地，啃食掉自己能看到的一切生物。所以，诸位想要活下去，就必须要尽快变强起来。我们基地在市区内，一旦爆发丧尸风暴，数以百万计的丧尸必定会发狂围攻这里。所以，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必须在这10天内积蓄到足够应对100万丧尸围攻的程度，明白吗？
明白。随后，由青龙帅先总结了一下目前基地内部的情况，并发表了一些应对丧尸风暴的建议。但他停顿片刻后，却说了让在场所有人脸色大变的情况。由于我们一直对外销售军火，因此我们的枪械储备并不多，仓库里各式枪械只有2000把，子弹300万发，高爆手雷20万枚，并不足以支撑我们打一场围攻战，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提升军火的库存数量。当然，我们仓库里的食物水源非常多，物资可以让10万人吃喝1年都饿不死。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躲入基地内避过丧尸风暴。众人闻言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我也万万没想到库存的军火数量竟然这么少。不过我很快平复下来，幸好生产子弹也简单，再搭建几条生产线即可。这点是我的疏忽，为了赚取金盒，一直万售军火，没想到丧尸风暴来得这么快。现在必须尽快生产子弹，这些我会安排的。我保证10天内库存子弹数量可以达到2000万发。如果有这么多，应该是够用了的。太好了！指挥官，大规模制造子弹需要不少化工原料，但目前我们基地内的原料储备最多只能支撑3个月。闻听朱雀此言，大家再次陷入沉思。亚当，你有什么建议吗？主人，北郊的天南工业园区内有大量的化工原料储备，这是一家国企化工企业，每年的硝酸盐、硫酸盐用量惊人。末世爆发后，他们的物资应该都还在仓库里。好，有目标就好，不就是从丧尸口中抢东西吗？没有资源就去搜集，总之仓库里的原料堆积的越多越好。随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表着自己的建议，在不断的查缺补漏中，应对方案越来越完善。最后，我对商议的对策进行了总结。接下来我们主要做4个方面的准备：第一，储存足够应对危机的武器弹药；第二，补充重机枪配备，增高围墙，在基地外建造大量的防御工事；第三，主动出击猎杀丧尸，减轻未来可能出现的庞大压力；第四，主动外出搜寻物资，主要以化工原料为主，缓解目前基地的库存压力。朱雀负责第一、第二条，李铁柱负责对外扫荡猎杀，青龙拿出一个计划，对天南工业园区进行攻占，宋志文保持对丧尸的监测，不可掉以轻心。明白。同时，从现在开始禁止对外销售军火，大部分的物资销售也给我停掉。稍后，亚当也会将消息发布出去，让所有幸存者提前做好准备。会议室结束后，我直接来到兵工厂，仅剩10天的准备时间，2000万子弹的储备计划必须争分夺秒的搞起来。我果断消耗掉这几天积攒下来的全部金盒，直接将生产线升级到高级，3条高级生产线，10天时间满负荷生产，就可以达到1800万的产量，足以应对一场血战。可惜金盒不够啊，不然搞10条生产线，存个几亿发子弹，丧尸来多少我就能杀多少。而此时的我还不知道对外发布的消息和禁售令给外界带来了多大的震动。1号避难所郑重提醒，据我基地确切消息，10天后将迎来第一次丧尸风暴，到时全市丧尸将陷入疯狂之中，全民危险指数大大增加，请大家尽快做好准备。丧尸风暴中，散人幸存者最好可以躲入地下、天台、地面避难所，已经不安全。本基地即悉停止销售军火以及大部分的物资，只有少量物资可以换购。特么的，老子千辛万苦，刚刚适应了末日的生活，每天猎杀1-2只丧尸换取物资，活得美滋滋的，这是要搞死我们吗？不太妙啊，这回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完蛋了，完蛋了，出大事了！这个丧尸风暴一听就很恐怖啊，我们能不能渡过去还是个问题呢？特么的，吓唬谁呀？我才不信会这么巧呢，没准这是季燕想要限购物资压榨我们的手段。呵呵，管你信不信，大家最好还是准备起来再说，这鬼末世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此时，不光散人幸存者们惊慌失措，就连各大势力的大佬也暗暗紧张着。由于各大势力手底下的人太多，居住地拥挤简陋，躲无可躲，必须要对抗这波恐怖的风暴，而且很有可能首当其冲，所以各位大佬慌忙之下纷纷联系我，提出想要购买更多军火的请求，但都被我一一拒绝。哪怕是苏天全亲自找上门来，我也概不出售。因此，许多大佬开始紧急调兵遣将，准备趁着丧尸风暴开始前大规模扫荡，趁机积蓄更多的力量。由此引发的恐慌还在不断发酵。第二天一早，避难所外就聚集了数千名幸存者，这些全都是依靠着基地生存的散人。现在基地限购，丧尸风暴即将来袭，大家下意识汇聚到这里，无非是想跟基地讨要个说法。我去，那可是丧尸风暴，是要死人的啊！季爷在吗？让我们进入基地躲一躲吧。躲个屁！基地是你想进去就能进去吗？还是赶紧兑换一些食物储存起来吧。对，快点兑换食物躲起来，我们散人很容易躲的，大不了挖个地窖。大家还在议论纷纷，而此时基地的大部分物资都已经不能兑换，只能兑换一种用各类营养物资合成的便捷末日产品。这是营养餐，易保存、易消化、高能量的食品，一盒的热量可以保证一个人每日所需。一枚坚盒可以兑换5盒，想要换购的自行排队。这种营养餐厉害呀，一盒就能满足人体所需能量。也就是说，一天吃1盒就饿不死了呗？这简直是末日的最佳生存物资啊！给我5盒，我先试试。一个中年人率先兑换并打开品尝，没什么异味，有点咸味，不好吃，像吃土豆泥似的，不过还真的顶饿，吃完浑身暖烘烘的。哎呦，这么好，我得买点。
好不好吃不要紧啊，能填饱肚子就行了。还是燕也好啊，担心我们饿死。一枚金盒5盒的价格绝对公道。好个屁啊！我朋友在基地食品工厂里生产的就是这玩意，据说营养餐都是老鼠肉、虫子、蟑螂打碎制成的，蛋白质高得很，不怕恶心你们就吃吧。呸！我去，这玩意是老鼠肉和蟑螂制成的，老子刚才吃了啥？我尼玛，这些家伙也太缺德了吧！故意限购物资就算了，还让我们吃这蟑螂！混蛋，季燕出来，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们要干净的面包、瓜果蔬菜，我们不要吃虫子。对，今天要不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们就特娘的不走了。特么的，季燕不给我们活路，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要物资，要食物，我们不吃蟑螂。很快，幸存者们全都愤怒地鼓噪了起来。其实这些人为了活下去，平时老鼠、蟑螂可真没少吃，并且被他们奉为末世中的美食。此时的愤怒不过是想借机闹事而已，而营养餐的成分正好成为他们爆发的借口，因为他们知道丧尸风暴即将来临，想要获得更多，聚众闹事就是最好的选择。此时我正在视察准备工作。从今天起，雇佣军将全部派遣外出，执行猎杀丧尸的计划。护卫队抽到一批人参加天南工业区的资源搜集计划，剩下的全部留守基地。而外界的吵闹声却将我打断了。谁在闹事？是周围的散人冒险者，他们对营养餐比较抵触，认为我们是在故意囤积物资不兑换给他们，还提出想要进入基地避难，情绪极不稳定，现在正在对峙当中。哎，什么不满意，什么抵触都是骗鬼的。人饿起来连屎尿都是琼浆玉液，何况老鼠蟑螂？这分明是想借机搞点事情出来，试探我们的底线，逼我们做出让步呢。燕爷，要不再开放点物资？这些家伙找到借口拼命闹腾起来，你的名声就臭了。名声算个什么东西？能吃吗？他们以为聚众闹起来我就得退让，再避避，老子连营养餐都不卖给他们，都什么时候了，嘴巴还这么刁？这世道吃什么轮得到自己选吗？真到了物资匮乏的时候，连我都得吃营养餐。通知守卫，谁在闹事就直接开枪。是。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立即出发。这边朱雀来到基地外处理这场闹剧。来了，他就是负责管理的朱雀，季燕手下的高层。呵呵，不给我们个交代，今天我们谁都不走。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屠杀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有人在不断的叫嚣，更有不少心怀不轨之人在人堆里鼓噪。对，这个季八皮无耻奸商，哄抬物价搞限购，还让我们吃蟑螂虫子，他的良心呐！这东西狗都不吃，让季燕出来给我们个说法。哼，诸位，你们的意见季先生已经听到了，放心吧，为了响应你们的要求，他已经决定更改兑换条件。真的，哈哈，原来季燕也怕名声被搞臭啊！兄弟们，继续闹起来，这回最好争取到更大的好处。就是绝不能就这么算了。刚才我们宣布的兑换规则是1枚金盒兑换5盒营养餐，从现在开始1枚金盒只能兑换4盒营养餐，各位爱换就换，不换就赶紧离开。朱雀一席话，顿时让众人傻眼。什么？还以为有好处占呢，兑换的反而少了。特么的，我们拼死拼活出去猎杀丧尸，你们就让我们吃虫子、蟑螂，这也太黑心了吧！就是啊，这么搞下去以后，会不会让我们吃蛆虫啊？你还好意思降低兑换比率？我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呵呵，不好意思，价格又变了，现在开始1枚金盒3盒营养餐。什么？3盒？去你的吧！这不是欺负人吗？你特么玩我们是吧？兄弟们，不能怕他，我们1盒都不换，今天就堵住大门，不给个说法，我们绝不走。此刻的冒险者们愤怒值高涨，不少人更是推搡着想要上前，而此时基地内却响彻着引擎的保罗笑声，紧接着装甲车、皮卡车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浩浩荡荡地杀出基地，冒险者们吓得拼命避让，而那些士兵却看都不看他们。同时，基地内升起5架装载着大量士兵直升机，并且枪口时不时就往下瞄准。冒险者们再次被吓得心惊胆战，不敢出声。哼，我们走。刚才群情激昂的众人此时却全都沉默了下来。我们仗着人多堵门又怎样？人家季燕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一旦谁敢异动，这基地内的几千条枪可不是开玩笑的。1枚金盒3盒是吧？我换。有人率先看透局势，咬牙准备上前兑换，而朱雀却再次摇头。不好意思，现在价格又变了，1枚金盒只能换2盒。此时众人郁闷的咬牙切齿，却没人再敢多说什么。闹什么闹？这不是早臭吗？蟑螂、老鼠什么的有这么重要吗？能活下去，屎尿都得吃。原本杀一只丧尸就能让人填饱5天的肚子，现在好了，1枚金盒只能兑换2盒，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换，我们换，赶紧换吧，待会价格又变了。这些该死的奸商，黑心啊！给我来2盒。老子诅咒竟然撑不过这次丧尸风暴，去特么的，给我来10盒。与此同时，5架直升机迅速抵达天南工业园区。我扫视了一眼下方的工业园区和周围的环境，不得不说，又是一场高调的战斗啊！此时5架直升机已迅速抵达目的地，我观察着下方的动向，开始行动。是，2队马上引开全部丧尸，其他小队准备降落，搜寻物资后迅速带走，快！青龙一声令下，直升机迅速朝下方的丧尸群开。
并伴随着数名高爆让正在四处游荡的丧尸们疯狂地朝直升机这边扑爆。而此时直升机却迅速改变方向，将丧尸大军朝远处引去。很快，黑压压的丧尸便消失在视线范围。与此同时，其他3架直升机迅速迫降后，士兵们开始对周围进行戒严与搜索，而我所在的直升机则负责在天空巡视，警惕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报告 ，A 区3栋仓库内发现大量黄铁矿石以及其他未知化工原料。报告 ，B 区1栋仓库内发现大量硫酸盐成分结晶体。报告 ，B 区12栋仓库内发现大量硝酸粉末。很快，一个个好消息不断传来。随着青龙运输命令的下达，几十个士兵一边搜寻原材料，一边开始运送货物。一个个大型的集装箱被摆在了厂区空地上，大量的叉车忙碌不停，不断将物资装载到集装箱中。此次使用的神隐大型运输机的运载上限是80吨，由于直接往直升机上装货太麻烦，士兵们干脆让直升机吊起集装箱，直接吊着起飞。只见一架架大型运输机吊着货柜，一次次往返工业园区以及基地之间。因此，这样的大动静势必会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不少幸存者看到后也被震惊得目瞪口呆。我去，A1号避难所也太奢侈了吧！开着大型运输直升机来吊货柜，羡慕啊！人家一个货柜的往基地运货，我们连饭都吃不饱。特么的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要是我们基地也有运输机就好了，狗大户啊！人比人气死人，简直不能忍啊！许多人不免感叹着，甚至基地论坛内都出现了直升机运货的帖子，就连此时正在苦哈哈到处搜寻物资的苏天全等大佬也全都羡慕得眼睛通红。而此时在城西一座高尔夫球场内，薛冰等4个官方大佬却聚在一起打球品红酒，日子过得相当惬意。听说了吧？季燕最近动作很大啊，又是丧尸风暴，又是物资限购，现在还亲自用直升机去运货。特么的，我们怎么没他这么豪气呢？谁让人家家底丰厚呢？我们嫉妒也嫉妒不来啊！老魏手里倒是有几架武装直升机，可是没有大型运输机啊！特么的，我呸！上回咱们屁颠屁颠的上门去拉关系，人家鸟都不鸟咱们，不仅狠狠的剥削了一把，现在干脆连物资都不卖了，真是够狂的。呵呵，有本事你也狂啊！这年头谁拳头大谁就是大哥，再这么玩下去，别说和鸡眼相提并论，咱们能不能撑得过丧尸风暴还两说呢。你们想好了吗？联手抢占57军基地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我已经决定了，度过这次风波就着手清剿。听到陈卫国此话，其余3人面色纠结。57军基地是陈卫国以前所在的军部所在地，灾难爆发后那里的军人大多都变成丧尸，而且还是非常强大的丧尸。由于他们尝试探索了几次都无功而返，所以3人难免犹豫不决。作为4人中的一员，陈卫国自然知晓3人的痛点，继续说道：若是拿下这个基地，里边一个军的装备就能让我们赚得盆满钵满，各种导弹直升机应有尽有，从此我们也不用再羡慕季燕了。这种好事都不心动吗？听陈卫国此话，3人顿时眼睛发亮。就这么办吧，先安全度过丧尸风暴再说。等我拿下57军的装备，看季燕还能有多嘚瑟。此时运输任务即将结束，总共运送了大约1300吨的货物。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工业园区竟储存有这么多的原材料。指挥官，运输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准备撤离吧。就在我转身刚想说什么的时候，我敏锐地察觉到远处的一栋大楼里有一道目光一闪而过。虽然看过去什么都没有，可我敢断定，刚才有个什么东西注视了我一眼。这是一个2阶基因强者的自信与感知。呵，有人。等等，不对啊，这栋楼明明才被搜索过，那这个人是怎么躲过这次搜索的呢？护卫队的士兵可全都是1阶基因巅峰战士啊！呵呵，有点意思。随后，我乘坐的直升机迅速抵达这栋大楼上方，我跟青龙等人直接从飞机跳跃，并快速地环顾着四周。由于我们的高空跳跃把地面砸出一个个深坑，而身体却毫发无伤，这不免让窥视我们的人感到震惊，以至于露出了破绽。只听楼内响起倒吸冷气的声音，这让我迅速地锁定到一个微弱的心跳声。出来吧，是敌是友都露个面，不然的话，小心我们把你扫成马蜂窝。话音刚落，大楼柱子后边闪出一个身影，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手里握着一把土制的猎枪，腰间隐约有把短刀。竟然是个小女孩，她是怎么在末世里独自生存的？并且看样子她活得还不错，这是怎么回事？你在窥视我吗？这是我家。这里应该是她的居住点。看来今天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应该是影响到她了。抱歉，我们只是在搜寻物资，马上就走。青龙，把你们身上携带的所有物资都给她。是。今天我们的出现影响你狩猎了吧？这是补偿，再见。小女孩目送我们走后，才松了一口气，低头看了看地上的干粮，并没有立刻去拿，而是一直保持警惕，直到确定我们一行人真的上了直升机离开后，她才收起地上的物资，开心地往大楼里走去。这栋大楼里面显然是经过人为布局的，不少地方存放着简易的炸药包、武器，还有适合的射击位，甚至不少窗台、楼梯都有固定绳索，一旦形势不妙，便可以通过绳索迅速逃离，可谓是相当专业。小女孩依然在大楼里兜了一圈，确定安全之后，
才绕过大楼后方，从下水道口来到了一个地下空间。一个坐着轮椅的中年人正用一个破旧的机床制作着一把猎枪。陈叔，我回来了，外面搜寻物资的人走了，他们还给了我不少干粮呢。你饿了吧？要不要吃点？你这丫头，被人跟了尾巴都不知道。哎，朋友，既然来了，就过来喝杯水吧。我们只是躲在这里苟延残喘的幸存者，对你们没有任何威胁的。什么？小女孩满脸震惊的回头看去，此时我与青龙等人的身影穿过昏暗的下水道，迅速抵达了这里。你们竟然跟踪我！你这个坏人，你还故意送东西给我，可恶！不好意思，小妹妹，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一个小女孩能在这里生活下去，因此跟过来看看而已。放心，我没有恶意的。认识一下，在下姓季 A1 号避难所负责人，我们正在执行一场化工原料搜集任务。你就是季先生，幸会，我们这里地方狭小，只有我这个残废和一个小女孩，没什么可看的，让你见笑了。这里只怕不仅有好东西，可能还隐藏着一尊大神呢。季先生是何意？我笑了笑，没有说话，打量了一下这个中年人，又扫视了眼这个屋子，一个机床、电脑、小型发电机，墙壁上还有一张市区的地图。这个中年人绝不是一般人，小女孩会的一切也肯定是他教的。让我猜猜看，你应该当过兵，而且擅长信息搜集，做过情报分析，对吧？面对我的猜测，中年人只是笑了笑，没有多少表情变化，而旁边的小女孩却有些震惊，显然被我说中了。你的手臂粗壮有力，可见残疾并没有给你带来太大的困扰，相反，你的地图上还标注着许多信息，可见你对这附近早已摸透。你还会自己造枪，要不是这台手工机床的精度太低，你怕是连狙击枪都能造出来吧？呵呵，这个小小的地方能隐藏着你这种人才，真是不多见啊。亚当，搜索他的身份信息。随着我命令的下达，手机屏幕开始闪烁。此时亚当已经通过镜头扫描到了中年人与小女孩的身份。主人，他叫陈建红，42岁，当过兵，3年前从9州特勤组退役，双腿有残疾，目前无其他亲人。小女孩名叫夏侯武，12岁，孤儿，其父是陈建红的战友，在一次作战任务中牺牲，目前已经被他收养了3年。听到亚当的介绍，中年人与小女孩一脸的震惊。怎么回事？扫描一下就查到了我们的身份。这个年轻人到底有多可怕？哇，还真的是大神呢！特勤组退役人员，也就是说以前是情报行业的大佬。陈先生，幸会。你想干什么？我陈叔现在只是个残疾人，他又没得罪你们。放心吧，我们又没有仇怨，是不会对你们做什么的。我只是觉得你们这种人才待在这实在是委屈，不如去我基地住吧。基地？他竟然邀请我们去基地，我不是在做梦吧？谢谢季先生的重视，我只是一个残疾人，实在没什么利用价值，也没脸去您的基地居住，抱歉。别急着拒绝，现在我的基地虽然强大，可是软实力方面却不太充沛，因此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怎么培养一支属于自己的黑暗力量。你是特勤组情报专业出身，正好给了我启发，我决定组建一支情报组织，负责秘密监控整个东江市的各大小势力，让你们成为我的耳目。这种事情对你来说并不困难，而且我相信你可以做好。同时，你与小丫头也可以过得更好，让她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接触到更多的正常人，不是吗？听闻此言，陈建红不免有些动容。他确实可以在这里活得很好，可想到夏侯武还小，他需要受到更好的教育，需要更多的食物。难道要让他一辈子跟自己躲在这下水道里吗？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没有，我以人格与尊严担保，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诚挚地邀请你们俩到我们基地居住。从今天起，你将成为我基地专业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你可以挑选人员训练，也可以获得各种财力、物力、高科技的支持。只要付出你的能力与忠诚，你与小丫头就可以获得最好的待遇。她可以去上学，可以交到许许多多的同龄朋友，可以开心快乐的成长，而不是像一个乞丐似的在垃圾堆里玩命。听到我描述的场景，陈建红再次心动，而此时的夏侯武眼中也充满了期待。好，我们跟你走，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当然，万万没想到一次简单的出行，竟招募到了一尊情报界的大佬。收拾，马上撤离。天快黑了，我们尽快回到基地。很快，我们一行人乘坐的直升机电到了 A1 号避难所的上空。天啊，好高，好大！不用担心，我们很安全。从今天起，你就不用和我缩在下水道里苟延残喘，每天想着该如何获取食物了。你会拥有一段美好的人生的。陈叔，你真的答应为他做事？当然，季先生是东江市第一军阀，我们不可能永远都不见天日的。这只是一份工作，不是吗？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是一份信仰。你要相信，只有我才是炎黄血脉的有力传承者。你如果协助我壮大下去，未来的9州才有希望。我们这是在为更多人的幸福生活而战。信仰。此时飞机已经降落。当陈建红进入基地时，他才突然明白我说的信仰。不管是站岗的士兵，还是忙碌的幸存者们，全都是满脸希望，生机勃勃，并且他们对我也十分尊重。这让陈建红感觉仿佛来到灾难爆发前的世界。现在我懂了，为什么季先生会说他是炎黄血脉的有力传承者。
这里孕育着9州的希望呢。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啊！以后你们俩的基地权限都是 A 级，居住在40层 B 区的高级人才住所内，拥有每个月1万的基础消费积分，各种食物可以随意点餐。现在去洗个澡整理一下，待会有人送餐过来的。筹备情报组织的事情，你搞个计划书给我，人工智能亚当会协助你的，需要什么可以跟他说，他无处不在。随后两人来到住所内，同时还有2名管理组士兵全天候守在陈建宏的身边，一来是保护他的安全，二来也是因为他坐着轮椅行动不便。好舒服，我们洗上了热水澡，还穿上了新衣服。这个基地好大，好多人，还有这些食物，好香。陈叔，你吃呀，快吃！你这丫头，这种食物我们以后天天都能吃到，新衣服你也能天天穿到的，快吃吧。两人大快朵颐，吃得心满意足。饭后，陈建宏精神饱满，试探性询问了一声：“亚当先生在吗？” A1 号避难所辅助管理程序，人工智能亚当奉命辅助陈先生，你有什么需要？亚当的出现让陈建宏倒吸了一口凉气，果真是无处不在啊！看来是真的，整个基地都在他的监控之下。季燕到底掌握了多少高精尖科技啊？这种底蕴太可怕了。按照季先生的吩咐，我希望组建一个拥有情报搜集、情报分析、暗杀、潜伏等多种能力的组织。因此，我需要基地14到18岁的全部孤儿名单与信息，以及18到35岁之间的冒险者信息，最后还要全东江市各大势力的详细信息，以及本基地的各类信息。明白，你要的信息已经发到你的平板电脑上，请自行查看。谢谢。第二天一早，一双眼睛熬得通红的陈建宏带着一本计划书找了过来。你一夜没睡？是的，既然答应了季先生要重新干老本行，自然是要好好表现的。这是我做的计划书，您看一下吧。不用这么客气，一起吃个早餐吧。随后两人边吃边说：“通过人工智能亚当的介绍，我对目前 A1 号基地的各项事宜已经了解完毕。无论是哪方面，季先生的实力都堪称全市第一。您拥有的许多高科技和硬实力都是非常出众的。目前仅需拥有一支随时监控各大势力，同时监视基地内部的耳目。我将这支势力称之为天网。天网这个名字我喜欢。他将选取基地中14到18岁的孤儿进行训练，然后用金钱物资开路，收买基地外的冒险者以及各大势力的边缘人物，在逐步的渗透过程中，形成一个以孤儿为核心、收买线人为耳目的庞大情报组织，拥有情报分析、搜集、暗杀、潜伏、干扰等诸多能力。陈建宏一连串的讲解，描绘出了一个庞大组织的雏形，很符合我心目中情报组织的样子。季先生，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过，只要有足够的财力与人手支持，我有信心打造出一支划时代的情报组织。相信在人工智能信息搜集的辅助下，它将成为你手中最可怕的利刃。很好，我相信你的能力。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找朱雀和亚当，甚至可以来找我。不过有一点要注意，你挑选的孤儿在进行全方位训练的同时，必须搭配思想教育程序。我不希望培育出一堆白眼狼。明白。我在你的计划书里看到重点人员名单，这里边你将一些爱好学习、性格细腻的孤儿，还有一些高智商的孤儿，以及一些不爱学习、喜欢打架的孤儿做出了划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情报组织里需要这类人才，高智商的人适合情报分析，性格细腻的人适合情报搜集，喜欢打架的往往比较适合培养成战斗人员。只有物尽其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好，不错。吃完饭，我们一起去选人。很快，我跟陈建宏便来到了11层，基地内全部的孤儿都住在这里。末世之中，孤儿多到吓人。此时约有2000名年龄符合的孤儿聚集在一起，像是在看救世主一般看着我。弱小的他们原本是末世的牺牲品，只因我给了他们安稳的生活与美味的食物，再加上老师同学们每天在耳边的感叹，他们幼小的心里早已对我产生了无比的崇敬与膜拜。而此时的陈建宏看到这一幕也是颇为震惊。孩子们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季先生的投入与付出也将换取他们的感激与效忠。季先生，现在我对自己的工作突然充满信心，相信我，不需要太久，他们将成长为你最忠诚的利刃。各位，你们都是我们基地的未来，也是炎黄血脉的未来。按理说，你们应该要接受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培养。可是现在全人类正在面临丧尸的危机，我们基地也在面临着数不清的危险。现在没时间慢慢的等待你们成长，我们准备招募一批年轻人加以培训，组成一支特殊的团体。这个团体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你们愿意吗？愿意，愿意，愿意。好，不过我们的选人是有标准的，只要14到18岁之间的孤儿，男女不限，并且还要通过一场考核。下面由你们未来的教官宣布考核标准。各位，我们的考核非常简单。最近有一伙基地居民大规模的倒卖物资，赚取非法收益。我需要你们帮我找出这些人，时间、地点、手段都不限。考核现在开始，3天后中午12点考核结束。在这期间，你们的手上将会带上一枚军用通讯手环，它可以记录你们的一切行为，并由人工智能进行打分。咦，这是怎么回事？我现在还晕晕乎乎的，搞不懂是什么意思呢？你好笨呀，季先生要组建一个神秘组织，我们都是备选人。就是呀，
我们的考核任务就是调查谁在偷偷的倒卖基地物资，只要做出成绩，我们就能加入这个组织。太好了，大家比一比看，到底谁才是最厉害的？记住，考核过程中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不允许透露自己的任务，否则一律视为不合格。最终，我们将会挑选300人加入这个神秘组织。想要获得不一样的人生，就请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去解决这件事吧。这种神秘的任务很快便激起了他们的兴趣，并迅速进入了考核状态。他们先是3-32-2聚在一起商议着，然后又分散离开，四下里都在动用自己能想到的办法去查证此事。不得不说，陈建宏这个考核是非常奇特的，任谁也没想到他会让一帮没有任何经验的孤儿去查一桩基地物资倒卖事件，而且这件事确实是真的。由于我只宣布对外限购物资，而没有对基地内部人员进行限制，因此很多人就盯上了这个商机。他们用自己的积分兑换大量的物资，然后卖给基地外的人来换取金盒，最后再回基地把金盒变成积分，以此来赚取海量差价。由于现在基地内的一切物资都是外界紧缺的，所以随便倒腾点什么出去都能得到外界的哄抢，因此这些人在短短几天内便赚得盆满钵满。并且这件事还是被陈建宏发现的，他不愧是情报界的顶尖大佬，通过一夜没睡翻看了基地的全部数据后，便能迅速发现不对劲。其实这种事想要查也非常好查，因为任何兑换资料亚当都有，只要我一声令下，分分钟就能锁定这些人的名单。但最终我还是把它变成一场考核。这次的考核应该会蛮有意思的，孩子们没有人工智能协助，无法获得基地兑换物资的详细信息，也没有在基地内自由通行的权利，只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调查难度将成倍增加。可是他们能进入学校，能前往基地外，可以和外界的冒险者沟通，只要真的想查，总能找到办法的。我们需要的是会动脑子的人，而不是一堆蠢猪。不错。此时在亚当的监控中可以发现，这些孤儿3-32-2到处乱窜，有的已经离开了基地，在外界寻找冒险者打探消息，有的在基地外的交易市场内潜伏观察，企图找到端倪，有的则守在基地门口观察人员的流动进出，还有的干脆跑到学校里寻找自己的同学帮忙打探基地内的情况。由于他们的同学大多都有家人，又分布在各大生活区，所以他们的消息来源非常广泛。这些小家伙还真是够聪明的，一帮孤儿竟能做到这种程度，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而就在此时，有几个行为表现不一般的孩子迅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只见一个16岁小女孩接到任务后，一声不吭地回到教室，该上课上课，该观察观察，冷静沉着地做着各种分析。这个17岁少年直接找到外边的冒险者，一番交际后混入人堆里，竟打探出不少情报。还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经过简单装扮后，主动兑换了一些物资出去售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与基地里贩卖物资的人进行了接触，获得了这些人的信物，成功打入敌人的内务。我的天啊，他们都好有头脑啊，我都没想到还有这种玩法。哈哈，这就叫天赋。有些人是天生可以吃这碗饭的，给个平台，他们就能飞起，稍加训练，未来他们就将成为天网里最中间的一批人，每一个放出去都能独立执行任务。很好。陈叔，我能加入考核吗？你不用考核，你虽然年纪比他们都小，可是你是我带在身边这么多年亲自带出来的，你下场考核的话，不是欺负人吗？好吧，其实我也想加入天网，为基地做贡献的。你这小丫头，你才12岁啊，难道不应该想着去上学，和孩子们一起交朋友吗？我才不呢，我又不是小孩子，凭什么和那些小屁孩交朋友啊？我要加入天网，我能猎杀丧尸，还能杀人呢。众人纷纷笑了起来。季先生，小五的本事还是不错的，他也非常的聪明，早已自学了高中的课程，还懂一些计算机和情报分析，让他当我的小助手吧。随你安排。天网的人员架构定下来之后，先在军队训练场里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吧。你们的总部暂时没地方安置，等到丧尸风暴过来，我再想想办法。是。3天的时间一晃而过，此时人员选拔名单已出现在我的手中。小家伙们干得不错，亚当列出的倒卖物资人员名单一共有372人，这些小家伙列出的名单一共有351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考核中表现最为优异，寻找出最多潜在目标的人员名单列出来了吗？出来了，您现在看的这一页名单就是这些人里有一部分擅长战斗，一部分擅长情报搜集分析，一部分擅长后勤补给，一部分擅长伪装潜伏。我将会将他们分成5个部门，组成天网的初级组织架构，然后再经过长期的训练，最多3年，他们就将成为情报行业的王牌。3年太久了，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针对性训练。从今天起，你先让他们做一系列的军事化训练，然后开始对他们进行情报专业特训。只有在战斗中逐渐积累经验，才能让他们快速成长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完全不需要3年，只需一段时间的适应，这些小家伙就能脱变成功。同时花费大量的物资对各大势力的外围人员进行渗透与腐蚀，率先铺设大量的线人，搭建起我们的情报体系。这些事情可以让小家伙们完成，他们的面孔非常具有欺骗性，一边执行这些任务，一边学习，会让他们成长得更快。这样做的话，虽说危险系数会增加，但乱世之中哪有不死人的？
当然，花费3年时间来训练这批人确实不现实。等到训练出来，整个蓝星可能都已经崩溃了。目前，这确实不失为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可以执行。好，那就这样吧。时间紧，任务重。紧接着，朱雀又向我汇报了基地的准备情况。由于丧尸风暴即将到来，基地内人员也需要安抚。此时我便想到之前交代成立居委会的事，而此事本应该是朱雀负责，但由于朱雀是人造人战士，处理事情难免缺少一些人性化，所以我便让宋青青来负责居委会的事情。宋青青最近做的怎么样？居委会的工作她能应付得过来吗？他很聪明，学东西很快，并且善于思考。您交代要办的居委会，宋青青已经把框架搭建起来了。从各大生活区挑选了300人组成的居委会，不仅调解了众多的矛盾，也成为了居民对话的窗口。而且现在大家有问题，也习惯性找宋主任解决。宋主任为什么不是居委会大妈？不应该是宋大妈吗？不错，一切正常。朱雀，开始抓人，凡是参与了贩卖物资的，一律收缴赃款，积分清零，然后再把人给丢出基地，剥夺居民的身份。是。随着我一声令下，上千名护卫对士兵分散冲入各个生活区，按照亚当提供的名单开始疯狂的抓捕。你们想干什么？凭什么抓我们？疯了吗？我们什么都没干，你们干什么？救命啊！大家快看啊！护卫队乱抓人了！救命啊！沃尼玛，季燕想干嘛？他想屠杀大家吗？此时不光这些倒卖物资的人慌乱的嚎叫着，就连围观的人群也引起不小的波动。这是在干嘛呀？怎么突然抓这么多的人？他们好像没犯什么错吧？老赵刚才在食堂吃着饭呢，结果就被抓了。搞什么啊？护卫队不会是发疯了乱抓人吧？天啊，每个生活区都有人被抓，好几百人呢，真吓人。快问问宋主任吧，宋主任应该知道情况的。宋青青作为居委会各个生活区的负责人，自然第一时间知晓了此事。甚至在我视察兵工厂产量的时候，他急匆匆地带着2名居委会工作人员找了过来。季大哥，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到处在抓人啊？季先生好。季先生好。他们是？这是孟小朵，大学毕业生。这位是清北才子，社会学与法学双料博士徐康凯。他们现在是我们居委会的副主任，刚选出来帮我的。你们好。季先生，我可是你的粉丝哦。季先生，百忙之中打扰你，实在是抱歉。我们只是因为刚才护卫队抓人的事情过来询问缘由的。是啊，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此拜托我们过来问问。朱雀，上面有这批人的名单，他们被查证出在最近一段时间，趁着基地封锁物资的特殊时期，私自倒卖大量物资赚取差价。此举对基地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形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就是他们被抓捕的原因。难怪，我最近好像也听说了，有不少人大量兑换物资，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干。可恶，这些人简直是白眼狼，自己吃饱喝足还要往外带，用基地的物资中饱私囊，活该。此时宋青青和孟小朵2人知晓缘由后非常气愤，而徐康凯则一脸淡然。季先生，我想问问你要如何处置这些人？放心，不会杀他们的，就是驱逐出去而已。他们已经丧失了基地居民的身份，而且永不录用。季先生，你这不是逼他们去死吗？现在丧尸风暴马上就要到来，你把他们赶出去，他们还怎么活下去？呵呵，难道他们做错了事，我还得考虑他们的死活？不是这样的，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啊。他们犯法了吗？没有啊。季先生，你立下过不允许他们兑换物资然后往外销售的规矩了吗？也没有啊。法无禁止即可为的道理，季先生应该懂的。呵呵，不愧为双料博士啊。徐副主任，你是法律学博士，但那是以前，你说的那个东西不适合在末日里，在我这里只有一条，凡是胆敢做出对基地不利的，我有权驱逐任何人，懂了吗？我的话让徐康凯难以接受，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这时宋青青发现了不对劲。季大哥，你别生气，老徐没恶意的，他这个人就是喜欢较真，而且心还软。但宋青青的圆场并没有让徐康凯知难而退。季先生，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基地想发展壮大，明确律法是很有必要的，你不能太独裁。我多嘴也是为了你好，为了这基地10万居民好。哦，那徐先生有何高见？高见不敢说，但你没提前定好律法就是你的疏忽，就别怪别人钻空子，不教而诛就是最大的犯罪。季先生想要基地变得更好，就必须做出改革，起码要遴选一批高智商高学识的人才，组建成管理委员会来协助你完成各项事务，而不是交由人工智能去处置，并且还要制定专业的法律规章制度，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此时徐康凯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理想化社会，丝毫没注意到其他人的表情变化。老徐，你少说几句。是啊，你先别说了。季大哥对不住啊，老徐是个比较理想型的人，他这人没什么坏心思的。你们拽我干什么呀？我这是为民请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0万居民的生活品质有待提高。我看到了问题，凭什么不能说？这些人倒卖物资，就是因为季先生自己出了疏漏，被人钻了空子。再厉害的人也有出错的时候，大胆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有什么不好吗？说完了吗？季先生，你要尊重科学，尊重我们无数人总结出来的社会经验。我是社会学与法学双料博士，我拥有的知识足以给你足够的启发。启发？好，那我问你，知不知道倒卖物资是一件对基地对他人有害的行为？这个。傻子都知道，末世之中物资对大家的重要性，
基地居民可以兑换各类物资，是基地对大家的福祉，不是让他们拿出去乱卖赚差价的。什么叫做不教而诛才是最大的犯罪？难道我还得教你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吗？你有脑子吗？此时徐康凯已经被震得目瞪口呆，宋青青与孟小朵两女也是一脸的惶恐。还要我遴选人才，组建管理委员会来协助我，自以为多读了2本书就可以成为管理层，可以不劳而获，高举民众的旗帜，操控人心，操控民众，来实现一己之私，是不是丧尸杀进来了？还要先在委员会开个会，大家一顿扯皮再说。此时徐康凯心底发颤，显然想借机上位掌权的小心思被我说中了。还有你的制定专业的法律规章制度，现在大家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怎么活下去，再搞些条条框框束缚大家。你是觉得大家的压力不够大是吗？我告诉你，现在基地内只要不杀人放火偷东西，不故意损坏公共财物，不突破民众的道德底线，其他行为我都可以容许，你懂吗？此时的徐康凯已呆若木鸡，而宋青青与孟小朵却双目放光。虽然他们不太懂什么法律，可是他们却听懂了我的意思。乱世之中，大家的精神都是紧绷着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能吓死人，反而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可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总没错吧？优待女性，全面提高我们居民的幸福感，这点有错吗？有吗？此时徐康凯的情绪逐渐有些失控。老徐，你少说几句吧。是啊，你别这么激动。闭嘴！你们懂什么？你们这些愚昧的家伙！你们看生活区的民众过的什么日子？许多人一天工作10小时，连双休都没有。还有工厂里的许多女性，连月经期间都要加班加点的干活，不少人痛经都不敢休息。你们觉得这样公平吗？他这是在剥削我们，压榨我们。你们知道外面的人都叫他鸡巴皮吗？你们也是女性，难道你们也觉得不应该优待女性吗？徐康凯越说越激动，宋青青与孟小朵都忍不住动容起来。他们感觉哪里不对劲，却一时又说不出毛病在哪。我不想压榨剥削任何人，现在你们可以安全的在这里上班干活，还嫌不够舒服是吧？你现在可以去问问大家，谁不想在这里的，可以马上滚出去，看看有没有人跟着你一起走。你不想在这里住，有的是人想进来住。此时徐康凯已无力反驳，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真的。季大哥，你别生气，老徐他本是好心，没什么恶意的。是啊，他只是看工厂里有不少女生过的苦，所以才有感而发。苦？谁他妈不苦？外边天天跟丧尸玩命的人苦不苦？天天训练的士兵苦不苦？还有那些断手断脚的雇佣军、冒险者、拾荒组的人，作战中他们被丧尸扯断手脚，也从来没矫情过一句，反而毫不犹豫地咬开高爆手雷，和丧尸同归于尽，为自己的战友争取时间。他们才是人类的希望，炎黄子孙的英雄。你们竟然为了痛经来找我谈合理分配资源，难道要让出去拼命的人来养活你们吗？他们就该死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大家过得更好，有什么错吗？我没时间再跟你废话，我尊重你的看法，也不会对你怎么样。但是我的理念也轮不到任何人来指手画脚。既然你一定要坚持你的理念，那我就成全你。来人，在，即刻解除他的基地居民身份，再派人用车把他送到其他避难所去看看，别人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是。等等，你们想干什么？季大哥，老徐没有恶意的，你放过他吧。是啊，季先生，饶过他这一次吧。这种人留在基地里才是我的疏忽，发现一个我就会处理一个，不杀他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他必须要驱逐出去，同时他还可以怀揣着自己的理念到其他避难所，体会现实的残酷。带走。是。而此时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实则为了一己之私的徐康凯，被青龙带着数名士兵用装甲车护送着离开了基地。你们想要干嘛？你们要送我去哪？我只是提意见而已，季燕凭什么这么对我？难道连意见都不能提了吗？燕爷才没有你想象中的小肚鸡肠，他没有想杀你，更没有让我虐待你，我们只是奉命带你出来逛逛，见识见识这末世的残酷。哦，对了，最后我们会把你送到一个小势力聚集地里去，他们会好好招待你的，放心。青龙的解释让徐康凯本能地察觉到一丝不妙，他们不会把我给生撕了吧？但很快他的疑虑就被打消了。青龙等人不但没想杀他，而且还慢慢地开着车带他穿过城区，见识着末世里的一切。此时不远处几个小势力正在开会，为了抢夺一箱罐头，外加几个倒霉蛋当场就被乱枪放倒。废墟里、大楼里到处都是忍饥挨饿的幸存者，甚至还有孩童在哭闹中被父母当成了交易物品。这是易子而食，各种道德人伦的沦丧让徐康凯触目惊心。很快他便被送到一个名为陆寨的大型势力，陆寨的老大是坤叔，与基地做过几次交易，所以青龙的到来，坤叔自然亲自出迎。哈哈，贵客临门，有失远迎啊！青龙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坤叔，季爷让我给你送个人过来，这个小兔崽子读书读傻了，非得在基地里叫嚣着要改革，季爷非常生气，所以让我把他赶出来见识见识。哦，眼高手低理想化的读书人，我见得多了。没想到末世之中还有人敢在季爷面前这么晚，这不是找死吗？季爷也真是的，这种人随手一捏就行了吗？送来我这里，我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养废物的。坤叔不必麻烦，季爷只是想让这家伙见识见识现实的残酷而已，所以你不用给他任何优待，只给他一个居住资格就好，饿死了也是活该。好，那就没问题。青龙离开后，徐康凯面对这些如狼似虎的村民们，心底感到惶恐不安。哈哈，这细皮嫩肉的应该会很好玩吧？这家伙估计是没饿过肚子，还特么理想主义，真是脑残。坤叔，这人怎么办了？能怎么办？
让他住下，其他不用理，随便他自生自灭。还有，老李，你们几个别乱来，他要是被玩死了，我拿你们试问。徐康凯就在村民们幸灾乐祸的笑声中住了下来。虽说是住，却没有床位，也没有食物和水，更没人管他。与基地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地狱。密密麻麻的幸存者缩在墙角，苟延残喘，人人都像是行尸走肉一般。怎么会这样？末世之中不是应该互帮互助的吗？你们的人权呢？法律呢？自由呢？社会资源难道不该合理分配的吗？此时绝望的徐康凯心底涌现出强烈的懊悔，意识到自己的天真与可笑。可是这一切都太晚了，现在的他连活下去都很困难。一夜饥寒交迫的他虚弱到了极点，此刻他脑子里没有了理想自由，只想着填饱肚子。老哥，有吃的吗？给我口吃的。你想什么呢？我自己都饿得前胸贴后背，谁有吃的给你？那高层什么时候发吃的？这里的食堂在哪里？我饿呀！发吃的还食堂？你以为这里是 A1 号避难所啊？这傻子从哪来的？怎么这么天真？他怕是饿出幻觉来了吧？周围的幸存者们有气无力地嘲笑着。小伙子，别想了，你想吃东西就自己出去猎杀丧尸，或者去搜集物资，捡垃圾堆。只要你能搞到有价值的东西，你才能有吃的。怎么可以这样？难道鹿寨不管我们的死活吗？谁管你的死活？人家能让你躲在这里，就算是天大的恩赐了，不然的话你就得在外边流浪街头，半夜还得被丧尸撕成碎片。可是总得有活下去的方法吧？我真的不敢去猎杀丧尸。不敢就去卖血呀！现在各大势力每天都在开战，经常会有人受伤的。地下黑市里血液拥有是最畅销的玩意，卖一次血起码能让你吃几次饱饭。卖血？当然，你还可以卖其他的。这里稍微长得有点姿色的男女都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获取食物。你还可以试着去下水道里抓老鼠，以前蛮多人靠吃老鼠肉活下来的。可惜最近老鼠也感染了丧尸病毒，下水道里也变得危险了起来。如果你连老鼠都抓不到的话，就熬着吧，什么时候有香肉吃你就跑快点，运气好也能吃个饱。香肉是什么？我去，香肉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此时中年人指着不远处一个奄奄一息的黑影，那就是香肉啊！你没看到周围人的眼睛里都发着绿光吗？老是老了点，可是熬烂了照样顶饱的。后边已经有人烧水了，今天你有口福喽。听到这里，徐康凯差点连黄胆水都吐出来。这里是地狱吗？你们怎么能这样？等你饿肚子的时候，什么礼义廉耻道德理想都是狗屎。你吃不吃？不吃有的是人吃。你要是熬不住，其他人又能饱餐一顿了。恶魔，你们这些恶魔，不该这样的，这个世道不能这样下去的。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对，电话，我有电话。青青，是你吗？青青。老徐，你怎么打电话给我？季大哥没把你怎么样吧？没有，季先生没伤害我，他只是把我送到了一个大势力里自生自灭。青青，救我，救我啊！外边简直是地狱，我想回基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帮我跟季先生说说，我以后老老实实的，什么都不想，只求能回去。你是不知道，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住的，没有吃的，他们还什么都吃，太可怕了。救我！哎，对不起，我帮不了你啊。不，青青，别挂电话，不要，不要啊！发布丧尸风暴消息后，所有幸存者都人心惶惶，神经紧绷。而就在丧尸风暴倒计时第5天起，基地开始驱逐附近逗留的幸存者，并且出动大量的坦克、挖掘机在基地周围几里范围的街道挖掘大量的壕沟以及防御工事，就连基地的围墙也加高了不少，甚至围墙上架设了重机枪，并且全部换成了火神加特零机关炮，不光可以搭载到武装直升机上，而且使用的是重机枪子弹，可穿透坦克钢板，而且每隔1米就有一个机枪位置，火力不可谓不凶悍。再加上基地外9层的防御工事，并且每个防御工事下方都埋藏着大量的炸药，一旦该防御工事无法抵御，地下的炸药就会马上引爆，也会给丧尸们造成最大的伤亡。很快便到了倒计时最后一天，基地大军集结，5000护卫队、1万雇佣军、5000拾荒组、25000冒险者，总共45000人，全部配备了大量的武器，就连直升机、装甲车、无人机也已经集结完毕。报告指挥官阁下，护卫队集结完毕，雇佣军、拾荒组、临时后备军集合完毕，请指示。立刻进入阵地。是。随着命令的下达，全部大军迅速各就各位。这一仗是场硬仗，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丧尸风暴有可能会1天、2天，也有可能是半个月。我们前期肯定能扛得住，可是后期能不能扛得住，连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过我们没有退路，基地是我们的希望，不想死的都给我拼命上，我们一定要守住基地。大家听明白了吗？明白。亚当，我们的军备储备怎么样？回主人，目前子弹储备量为2100万发，手雷储备量为50万枚。枪械储备量为12000把，直升机7架，装甲运兵车143辆，各式无人机4200架。现在各地的丧尸有异常吗？暂时没有，目前全市的丧尸都还算正常，丧尸风暴的前奏还未出现。此时基地已万事俱备，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亚当便可通过全市街道巷子的摄像头掌握得清清楚楚，因此我根本不用慌，只是默默地等待着。
但我等得急，其他势力却等不及了。由于之前我发布的消息提醒，导致全市各大小势力以及许多幸存者都心惊胆战地躲在避难所里，不敢外出。毕竟等待的时间总是难熬的，因此他们全到基地论坛里来发现。特么的，好慌！现在外界到底什么情况？说好的丧尸风暴呢？怎么还不来？呵呵，我们整个避难所都动员起来了，大爷大妈都拿着锄头出战。要是丧尸不来就搞笑了。不至于，季燕说的话应该是有可信度的，要不谁出去试试？出去就出去，现在我就在外边，满大街的丧尸都懒洋洋的，根本不怂好吧？卧槽，这么久还不来，不会真的是被忽悠了吧？666，季燕大佬忽悠我们这些小萌新有意思吗？去特么的丧尸风暴，我估摸着是骗人的吧？就是啊，搞这么大动静，影响我们猎杀丧尸。许多人在论坛里议论纷纷，各种抱怨，甚至有些脾气急的已经早早的离开了避难所，外出猎杀丧尸了。但这一切我也懒得搭理。而就在下午3点半的时候，天空的太阳突然消失，一瞬间从白天变成黑夜。这般场景让许多人瞬间呆愣了起来，一股凝重的气氛蔓延到全球，数不清的丧尸开始蓝天咆哮，他们变得更具狰狞，体格也增大了不少，并且发了疯似的向人类最近的聚集地杀去。丧尸风暴开启。此时末日降临后的第一次丧尸风暴在人们的质疑声中爆发，天色也渐渐明亮起来，而此刻人们才开始逐渐清醒。沃尼玛，丧尸风暴来了，真的来了！我去，避难所附近的丧尸全都发狂了，他们正在冲过来，好多！救命！救命！我不该出来的，救我啊！特么的，幸好基燕的提醒，不然大家都得倒霉啊！就在苏天泉等大佬暗暗感叹之时 ，A1 号避难所外的大战也已打响。基地前的10多条街头涌过来数不清的丧尸。此时，我手持100多斤重的6本加特林，亲自坐镇坚守在第一线上。丧尸狂潮一步步逼近，人堆里响起阵阵骚动。许多冒险者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当场就吓得手软脚软。哪怕是身经百战的雇佣军，也个个吓得头皮发麻。只有青龙率领的2000护卫队镇定自若地驻守在各大防线后端，防止舔食者的靠近。怕什么？丧尸又不是没杀过，兄弟们，给我杀！我怒吼着扣动着扳机，数不清的子弹爆射飞去。只见前方的丧尸大军成片成片倒下。哈哈，丧尸也不过如此吗？兄弟们，给我杀，干死他们！此时全军士气爆棚，不停的加强火力，任何靠近的丧尸都遭到射杀。哈哈，什么狗屁丧尸风暴，灭了他们！开火，继续开火，别让他们靠近！兄弟们，都给我撑住！各大防线的士兵们激动的嗷嗷叫。不错，虽然丧尸大军的数量已经惊人，并且还在源源不断从各处数量越来越多，但10几条街道并不，因此丧尸的数量再多，他们全被堵在防御阵地之外。呵呵，这些垃圾，只要我们子弹充足，来1000万只丧尸也威胁不到我们。别太大意，丧尸风暴才刚刚开始，一旦更高级的丧尸出现，或者防线前方被丧尸尸体堆满，我们的防线承受的压力会成倍增加的。传令护卫队各小队格外注意舔食者，不要让他们杀入阵地，撕破我们的防线。明白。而就在青龙传达命令之时，10多只舔食者突然杀出，原来他们是隐藏在丧尸堆里，趁着大战期间害人杀出，顿时引起了不小的恐慌。稳住！都给我稳住！李铁柱在拼命稳住阵型，我也迅速扣动扳机。与此同时，护卫队士兵们也在疯狂开火，因为只有他们可以轻松捕捉到舔食者的踪迹。一旦被捕捉的诡计，那他们的末日就来了。10多只舔食者瞬间就被轰飞出去。哈哈，好样的，兄弟们看到了吧？舔食者也不过如此。有护卫队盯着呢，舔食者算个屁啊！我们安全的很，大家只管开枪射击就好。随着防御阵线的稳，越来越多的丧尸倒在火力网下。老李，第一波攻势已经挡住，现在17条街道的防线不需要这么多人，把全部人分成3波轮番防守，让大家保存体力，做好持久战的准备。是。短短1个多小时的时间，7、8万丧尸倒在了枪口之下。第一道防御工事外围几乎被尸体堆满，并且越来越多的丧尸害怕着这些尸体爬上工事进行攻击，导致防守越来越艰难。士兵们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丢燃烧弹，高爆手雷，挡住他们！随着燃烧弹和高爆手雷的发出，又一波丧尸到。快！全部人撤向第2道防线！士兵们一边丢燃烧弹手雷，一边迅速撤往第2道防线。1道防御工事才抵挡了不到1个半小时，咱们一共9道工事，越往后将越难撑住啊！是的，第1道防御工事是最好的，毕竟前方一览无遗，可以容纳很多丧尸的尸体堆积。可是后方这些防御工事就会很快被丧尸堆满的，一个工事能挡半个小时就不错了。不妙啊，一步步退，到最后就连基地围墙都要被冲破。就在我加强警惕时，亚当那边却发现了新情况。主人，各地出现丧尸鼠的踪迹，来势凶猛，请小心。什么？亚当通过监控发现，各地出现了丧尸鼠的踪迹，城区各处的下水道口钻出了数不清的大号，它们体型庞大，很是恐怖，而且速度快，啃食能力惊人。它们快速的四处乱窜，导致士兵们根本无法应付，并且一旦窜入人堆里，就是恶狠狠的撕咬。虽然很快就被干，但也造成了巨大的损伤。特么的，怎么会冒出这么多老鼠的？沃尼玛！兄弟们小心啊！挡住啊！都给我挡住！老王你怎么样？快爬起来啊！
各大阵地一片混乱。虽然士兵们都在竭力稳定阵型，但丧尸鼠造成的威胁远比舔食者大得多。他们虽然单体杀伤力不强，可架不住速度快，根本无法精准锁定目标，所以这一波又一波的冲杀，士兵们造成的伤亡着实不小。这么下去不行啊！丢燃烧弹，快！我们一定要保证各大防线前端必须要有足够长的火海线。快丢燃烧弹！快！季爷，这么打下去可不行啊！现在才撑了2个多小时，我们就死伤了几百人，弹药的消耗更是恐怖的吓人。再这么打下去，我们恐怕撑不了多久的。别废话，撑不住也要撑。丧尸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给我盯着下面，任何人胆敢后退，先给老子毙了他！是，由我使劲打。随着命令的下达，一个个燃烧弹打了起来，火势迅速烧了起来。凡是冲过来的丧尸鼠，浑身上下都被火焰包围。由于他们奋争，速度减缓了许多，士兵们很快便能精准锁定射击目标。此时各大阵地也可以勉强维持，而我依旧感觉情况不妙。此时的丧尸鼠已经非常疯了，他们看到有火海就窜到两边的墙壁或是高楼大厦，然后再往下扑。许多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丧尸鼠扑到了底。被扑倒的士兵在惊慌失措之下，手中的枪械还在到处乱射，因而不少自己人都被机枪扫射到，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此时接到这种易守难攻的阵地，瞬间变成了劣势。无奈我只能不断下达着撤退命令，继续往后撤。很快大军便撤回到最后一个环节。此刻大家背靠着基地围墙疯狂开火，围墙上的加特林也疯狂开火，火力网顿时凶猛10倍倍。大量的丧尸、舔食者、丧尸鼠都倒在了分崩路，难以接近阵地。此时我手拿扩音器，继续下达命令：兄弟们，给我挡住！护卫队全部换成加特林，在围墙上开火，重点招呼舔食者与丧尸鼠。燃烧弹继续丢，给我狠狠地砸出去！高爆手雷也不要省，继续砸！此时的李铁柱发了疯似的，端起机枪，一边向前冲一边开火。大量的丧尸倒在了强大的火力下，阵地变得更加稳。而就在我军苦战之际，整个东江市也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各大小势力全都遭到了丧尸的疯狂围攻，尤其是丧尸鼠出现，在坚固的阵地线都不堪一击。此时城西路寨村几万人的势力也早已尸山血海，剩下的少数人惊慌失措的四下里躲避，有的躲在屋子角落里瑟瑟发抖，有的躲到现挖的地窖里，有的逃无可逃，只能绝望地看着丧尸大军，等待着自己灭亡。而徐康凯就是其中一个。此时他正躺在一个衣柜里瑟瑟发抖。谁来救救我？为什么没人来救我们？我该怎么办？此时的丧尸鼠到处乱窜，嗅觉异常的敏锐，任何人都休想躲过他们的搜。最终徐康凯在一阵惨叫之中被几十只丧尸鼠啃食一空。与此同时，别墅区的苏天全等大佬组成的自救会也遭到了可怕的袭击，短短几分钟就被丧尸攻破了他们的防御工事，数不清的丧尸冲入别墅区内疯狂屠杀。虽然大佬们都躲起来各自为战，但由于丧尸鼠无孔不入，凡是阻挡他的东西都被他们的利爪拉致死，所以他们的避难所能挡得住一般的丧尸，却挡不住丧尸鼠。哪怕遇到厚重的钢门，舔食者就会分泌一种强酸型的溶物，轻松的腐蚀钢铁大门的阻隔。我去，什么鬼？厚重的钢铁大门都挡不住他们，救命啊！天啊，这是什么鬼丧尸风暴？还给不给人活路啊？许多人见钢铁大门都阻挡不住丧尸，一个个绝望的嚎叫着：苏爷，情况不妙啊！我们5道大门已经破了1道，根本挡不住他们，再这么下去会死人的，快想想办法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听天由命吧，能撑几分钟就算几分钟吧。苏爷，隔壁的老李向我们求援，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现在都被丧尸堵着，没法出去。你觉得我能救得了谁？让他滚！此时的苏天全也是焦急万分，并且他已经接到消息，别墅区已有3家避难所被攻破，上千人惨遭屠杀。怎么办？怎么办？瑶瑶，要不你打电话向季燕求救，看在你们同学的份上，也许他会救我们的。爸，他现在也在苦战呢，怎么可能来救我们？我记得咱们的肛门不是有观察口吗？既然舔食者可以用溶液腐蚀肛门，就代表着他们无法直接攻破大门。我们只需要从观察口丢高爆手雷出去，完全可以重伤他们。就算要指望季燕救你，也要撑到他抽出时间来才行。哦，对，季燕这会也在遭受丧尸的攻击，现在找季燕求救确实不太现实，只能等到他撑过这阵，再向他求援。立刻给我丢手雷！随着手雷一个个丢出去，又是在通道里爆炸，威力暴增了许多。门外的舔食者与丧尸鼠死伤。哈哈，有用，苏爷有用。不过又有舔食者杀来了，要不要继续丢？暂时别急，我们的高爆手雷不多，也就2、3千个，每隔一段时间等到舔食者多一些再丢。另外赶紧通知其他人，用这个方法可以保命。是，兄弟们，杀呀！尼玛，老子炸死你们！随着一声声爆炸，另外几个富豪避难所的人也兴奋嗷嗷叫。高爆手雷的效果让众人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延缓了危机。同时这个方法也已经发布到基地论坛上面。一起出现的还有各个避难所发出的求救信息，此时也只有 A1 号避难所的居民们还能安全的躲在基地里查看消息。与此同时，他们也透过帖子里的内容感受到外界战况的惨烈以及给自己带来的惊恐。而此时宋青青正带领着居委会的人四下奔走着安抚居民：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
我们军备储存充足，军队士气高涨，完全可以抵御几百万丧尸的攻击。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不要自乱阵脚，给军队造成困扰。大家冷静，就是对季先生最大的支持。在宋青青的不断喊话下，居民们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并跃跃欲试。宋主任，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吗？虽然我们不能上战场，可是我们可以组成后勤救援队，我们可以运送物资，也可以抬担架救人。是啊，宋主任，麻烦你跟季先生说一声，我们也可以出力的。没用的，这场战争已经不是我们能插手的，弹药有人会运送，战场上被丧尸咬伤的也没有救治的必要了。唉，宋青青无奈地说着，众人闻声也都沉默下来。此时丧尸风暴袭击已达7个小时，并且通过亚当搜集到的数据得知，全市357个大小势力已有127个被攻破，死伤人数暂时无法估计。而此次全市出动的丧尸数量达700人，单丧尸属的数量也不下于1000万，甚至此时聚拢在基地外围的丧尸还有120万，丧尸属200多万。而我们的弹药消耗已经达到27%，士兵伤亡达到1321人，并且大多处于疲惫状态，急需进行休整。另外还有139个势力向我们发来求援，目前各地的情况也非常不好，暂时无法预测丧尸风暴结束时间。战争打到现在，局势才逐渐明朗，丧尸的手段也就这些，不外乎数量多点，丧尸属恶心一点。虽然我完全可以挡住他们的所有攻击，可唯独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丧尸可以不知疲倦，人却是会累的，大家压力太大，必须减轻一些才行。这狗日的丧尸风暴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传令下去，引爆各大防线下埋藏的炸药。随着命令的下达，丧尸堆里顿时爆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数不清的丧尸与丧尸属被吞没，阵地上的压力瞬间减轻了不少。哈哈，炸得好，炸死这些狗日的！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累死老子了！别松懈，丧尸又冲过来了，开火，快开火！此次大爆炸虽让大家松了一口气，阵地外炸死的10多万丧尸也是九牛一毛，并且这场仗还要打多久也未可知。可我却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由于各处的丧尸都有各自的目标，所以围堵在基地外的丧尸不会再增多。我只要消灭掉基地外的丧尸，即可保证自身的安全，完全不需要等到丧尸风暴结束。执行火神计划吧。是。由于我在末世爆发前储备的200多辆油罐车，储油量足足有3000吨，所以制定了火神计划。丧尸再可怕也是血肉产物，火海足以对他们造成足够的伤害。快！运输直升机启动，准备，油罐车吊装，开始。随着青龙的指挥，5架运输直升机开始启动，一辆辆油罐车被吊上高坡，并驶向丧尸最密集的地方。随后油罐车开始一辆辆被砸到丧尸堆里，大量的汽油流了出来，运输机一次次往返，上百辆油罐车被投放到战场上。此时战场上的士兵们也激动地期待着。卧槽，季爷大手笔啊！哈哈，这下咱们有的玩了！哈哈，这么多油罐车爆炸起来，不得烧个3天3夜啊！此时油罐车投放完毕，随着一颗子弹打过去，丧尸大军中瞬间响起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火海蔓延，数不清的丧尸被火海包围着，烧成了焦炭。哈哈，烧死他们！开火，继续开火，兄弟们，杀啊！此时士兵们的压力少了很多，士气也高涨起来。很好，计划实施顺利，局势已定，传令下去。雇佣军、拾荒组、冒险者交由李铁柱指挥，分成2部分轮流休整，不用急着消灭丧尸，放缓战斗节奏，慢慢打。护卫队分几支小队，带上全部无人机跟我走。老大，您是想去救其他的势力？是的，必须救。现在我们已经解除了一大半的危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自然要对其他势力进行必要的援助。毕竟现在丧尸才是我们的敌人，人类保存下来的火种越多，对我们的未来也是越有利的。要是全人类都被丧尸灭掉，仅剩我们一个基地也不可能持久。明白。你再带着几个小队，把运输直升机上装满高爆手雷，跟我走，帮他们延缓一下丧尸攻势即可。是。亚当，给我接通各大势力负责人，我要跟他们视频连线。好的，主人。很快，苏天泉、陈卫国、魏东元等大佬的头像连线到我的平板电脑上。鸡爷找我们有事吗？您现在应该麻烦也不小吧？怎么还有闲情逸致找我们？鸡爷救命啊！我这边情况非常不好，再有2道铁门被突破，我们避难所全部人就得嗝屁了。卧槽，你们还好，我这里的情况更麻烦，谁还有多余的兵力过来救救我呀？小弟必有后报。看着大家七嘴八舌的求助，我没有说话，只是将镜头转向了基地外的战场。满目可见的大火与被火缠身的丧尸，让众人看得目瞪口呆。我去，怎么回事？季爷，你消灭了这波丧尸，这就完了吗？我们挡不住的丧尸风暴，就这样被你干掉了吗？牛逼啊，季老弟，快来救救我们！我们基地遭受到的攻击是最强大的，这波起码有100多万丧尸和300多万丧尸鼠死在了这里，而且现在我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基地已经稳如泰山。各位谁想要求援的赶紧开口，我的要求不高，每家战后经合收入的1半给我就行。我去，战后经合收入的1半，季老弟，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是啊，这要价也太高了吧？你都灭了100多万丧尸，完全不差经合了呀，帮忙救救我们不行吗？就是啊，我们虽然没消灭多少丧尸，可是也不能白忙活吧？不舍得，好吧，
既然你们不舍得，那就算了，反正这场丧尸风暴我算是度过去了。你们每个避难所外的几十万丧尸还不知道要围堵多久，1天、2天，还是一直围堵？也许过几天他们自己就散了。不过我可不敢保证啊，反正我也累了，先休息一下啊。此时大佬们听到我这番话，也是郁闷的够呛。不过还是有明白人的。哈哈，季老弟说的对，我们的小命总比金河重要。这玩意不能吃不能喝的，老弟要就尽管拿去，但是请快点来救我们吧。是啊，我也答应了。季老弟什么时候发兵？季爷快点吧，我们撑不住了。这些狗日的丧尸太凶残了。是啊，快点过来吧，最好派多点兵马。你们搞错了，现在全市都是丧尸，出兵去救杀出去太危险。我手里有大量的直升机与无人机，并且我会亲自率领几个小队，运输大量的高爆手雷过去。到时候只需在上面不断丢手雷制造爆炸，就可以吸引丧尸的注意，减轻你们的压力。显然我的解释让大家稍有些不满。尼玛，收取1万的金河就只派这点人马过来，特么的，真是黑心的资本家，赤果果的趁火打劫啊！不过谁也没敢多说什么，毕竟这也算是唯一的外援力量了。好吧，请季老弟尽快。直升机也行啊，快来吧。此时青龙已经准备完毕，直升机与无人机也已经整装待发。每个小队乘坐1架直升机，分别赶往一处救援地点。亚当操控全部无人机，跟随2架武装直升机，辅助其吸引丧尸的注意力。各小队给我随时注意直升机的油耗，一旦发现油耗过低，马上就要回来修整加油，记住了吗？明白。好，出发。此时我为了营救各大势力的幸存，亲自率领直升机分队，带着几千架无人机，指挥着分别驶向各大势力的避难点，进行第一轮救援。而这一幕却刚好被冒险者们拍摄下来，并且发到了基地论坛之上。一个个帖子不光透露出了大量的信息，而且还激励了不少已经绝望的幸存者们。大家快看，机缘大神已经搞定了丧尸风暴，而且还有余力派大军外出救援，哈哈哈，我们有救了！天啊，这是真的吗？听说 A1号避难所这回消灭了几百万丧尸呢。显然我的救援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而此时苏天泉的别墅区内，苏瑶也激动地看着手机。爸，基爷要来救我们了吗？他的基地已经度过丧尸风暴了，对不对？对，不过他可不是来救我们的，这家伙就是过来敲竹杠的。啊？为什么？这个王八蛋奸诈得很，什么情面都不讲。他出动直升机牵制丧尸的注意力，就要收取战后金河收益的1半，可把各大势力气得够呛，你说坑不坑？这个家伙还是这么精。很快，我率领的直升机和无人机便抵达湖畔别墅区的上空。这些废物，这么大一个别墅区，周围全是环形防御工事，还有湖泊山脉，完全就是易守难攻的地方，竟然连守都守不住，只能龟缩在避难所里苟延残喘，真是够废的。可以理解，各大势力虽然从咱们手里购买了不少的军火，可毕竟无法跟我们相比，并且他们手里大多都是些土管手雷，怎么可能挡得住丧尸大军？丧尸鼠出动的时候，连我们都差点被搞崩盘，他们能撑到现在还没被攻破避难所，就已经很不错了。别说废话了，亚当，开始吧。是。此时亚当操控的无人机方阵迅速低空飞行，巨大的动静吸引了许多丧尸的注意，而无人机率先发动连击，迅速的落入丧尸最密集的地道，自爆，巨大的爆炸声将整个别墅区的丧尸全都吸引了过来，瞬间别墅区各个避难所的压力减轻了许多。亚当这些无人机足够拖延一阵时间了，找个楼顶停下吧，省油。是。与此同时，各处避难所的救援小队也相继发来作战情况的汇报。报告，2队抵达作战区域，目前正在投弹。报告，3队抵达作战区域，目前正在投弹。报告，4队抵达作战区域，目前正在投弹。为了救他们，我的损失也不小啊，收他们1半金河完全不贵。通知各大小队，全往丧尸最密集的地方丢，能炸死几个算几个，不要浪费了。让基地准备好几支车队，一旦丧尸风暴消退，立马给我出动，分散杀来各大势力搜刮金河，免得这些狗日的翻脸不认人。咱们炸死的丧尸金河全都是我的，他们杀死的丧尸金河我要分1半，一颗都别让他们贪了。是。而就在此时，宋志文发来了视频通话。季先生有新发现。通过宋志文的介绍，他们团队在研究中发现，此次丧尸风暴可能跟潮汐有关，并且将会很快结束。我们通过丧尸病毒的活性程度，发现它们的兴奋度已经达到峰值，目前正在缓慢的降低与衰落中。也就是说，这场丧尸风暴将在7小时后结束，那时的丧尸会恢复到平时的水平，不会再有狂暴的情况发生。好，这是个不错的发现，这是自丧尸风暴出现后听到的唯一好消息。敬你一功，马上以你们科研所的名义在基地论坛发帖，公布这个研究发现，让各大势力与散人幸存者们再坚持7个小时。是。这份以科研所署名的帖子一经发布到基地论坛上，就引起了全体幸存者的狂喜。哈哈，大家快看 ，A1号避难所科研所宋教授发布了丧尸病毒活性分析报告。我丢，这场丧尸风暴将在7小时后结束，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现在基岩大神派出的直升机一直在投弹，丧尸大半都被吸引了注意力，我们暂时是安全的，想必撑7个小时是没问题的。天啊，终于要结束了！现在我是度秒如年啊，快结束吧！
感谢基岩大佬，感谢宋教授。幸存者们激动的议论纷纷。此次浩劫堪称是地狱级别，但有了我的提前提醒和救援，让起码一大半的幸存者活下来，保证了东江市的人类数量。果然，到了第二天下午，恐怖的丧尸风暴已逐渐消退，丧尸们恢复到以往的状态，动作也变得呆滞了不少。丧尸风暴已经结束，各大小队马上将丧尸引走，基地马上出动车队过来收拾战场。我们的战利品一颗都不能漏掉。基地外的战场由朱雀带人负责监控，拾荒组进场清扫，快！很快，由护卫队、雇佣军混合组成3500人的7支车队，浩浩荡荡的朝各大势力杀去。各方势力的大佬都不是善茬，战后这么多的金盒，他们难免不会心动。此时我猛然想起之前系统给出的奖励提示，也不知道大战过后系统会有什么奖励。就在丧尸风暴刚刚结束，我派出车队搜集金盒时，我预料之中的事还是发生。此时我跟青龙已经来到别墅区，别墅区内的幸存者也已经从避难所里走了出来。季燕，谢谢你。季老弟，多谢了，要不是你，我们肯定全嘎在这里了。是啊，这次多谢季老弟了。幸好有季老弟啊，不然咱们都得完蛋。此时的大佬们虽然嘴上感叹着，眼睛却下意识看向正在收拾战场的护卫队。这么多的金盒得是一笔多么大的财富啊！全部都要分一半给基岩了，这也太亏了吧？他好像也没做什么。而就在此时，一位年轻人提醒他们说：“各位叔伯，咱们快点收拾战场吧！这么多金盒，还得分一半给基燕呢，其他的也得烧了，大家都忙活起来吧。”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跟苏瑶的高中同学李金磊。他父亲是东林商会的会长。由于苏瑶喜欢我的缘故，这小子一直看我不爽，没事就冷嘲热讽下绊子。现在看到满地的金盒，他竟又想玩花样。对，赶紧收拾战场。金磊说的对，赶紧动手啊！你们都愣着干嘛呢？人家季老弟的人马远来是客，你们怎么好意思让人家动手收拾呢？快去帮忙！虽然自救会的富豪们个个都是人精，但这次却没有领悟到李金磊的真正用意，顶多以为顺手牵羊而已。但李金磊的那点小心思却瞒不过我。你们的手脚最好干净一点，我手下杀死的丧尸金盒全部归我，你们杀死的丧尸金盒也归我一半，不要自作聪明想混在一起，我没你们想的这么蠢。季燕，你没搞错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你和大家谈的出兵条件是战后金盒收益的一半，对吧？什么你杀的我杀的，不都是一样的吗？这些金盒应该混在一起算的呀。李金磊此时的一番话，才让众人恍然大悟，此刻他们才意识到他的险恶用心。我去，这都可以。这满地的金盒，属于我们的并不多，可是属于季燕的金盒却很多。本来收取我们一半的金盒，觉得蛮亏的，可如果按照金磊的算法，不仅不亏，反而要赚爆啊！哈哈，金磊说的对啊，季老弟，咱们可是说好了的，你可别反悔。咱们先把金盒收拾好，然后再分吧。对，季老弟放心，咱们一人一半，绝对不会占你便宜的。哎呀，老弟实在是够义气了，大老远跑来救我们，拿走一半也是应该的。富豪们七嘴八舌的议论着，而苏天全父女俩的脸色却有所不同。苏瑶更是气得满脸涨红，简直要骂人。你们怎么这样啊？人家季燕大老远跑来救大家，你们竟然要把他的金盒算进去，然后再分一半给他，你们还要脸吗？这是人家杀的丧尸，你们凭什么分？合着你们一毛不拔，还想分人家战利品是吧？各位老哥，这有点过了吧？苏伯父，话不能这么说，你亲自和基燕谈的，应该知道这些要求都是他提出来的，我们都答应的好好的，对吧？俗话说，在商言商，一口唾沫一口定，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就没有收回的道理。咱们要是不这么分，就是看不起基燕呀，对不对？李金磊还在拼命鼓噪着气氛，苏瑶身边不知又从哪里冒出来几个女同学，也站出来附和。就是啊，说好的事情怎么能变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吗？基燕你财大气粗，不在乎这点金盒的对吧？大家都是同学，你照顾大家怎么了？我看啊，没毛病，就这么定了吧，就当给我们这个面子。呵呵，你们的面子？你们有什么面子？我认识你们吗？还有你李金磊，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聪明，敢在我面前上蹿下跳，讲什么歪道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讲什么道理，只讲拳头。我今天就算是把全部金盒带走，你们一个屁也不敢多放，你信不信？真以为拿话挤兑我就能让我下不来台吗？你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算个什么东西！我的一通臭骂，让李金磊和几个女同学背对得满脸涨红，还有想趁机占便宜的富豪们也都面色难看。你倒是挺聪明的，老子辛辛苦苦带人过来，砸了几万发高爆手雷才救了你们，结果我自己杀的丧尸金盒不归我，反而还要跟你们分。你是从小就这么天真，还是在做梦？金盒怎么分轮得到你在这里抠字眼吗？今天我杀的丧尸金盒全归我，你们杀的我也占一半，谁他妈乱动一下，老子就送他上天！话音刚落，几百名护卫队士兵快速抬起枪口，一把把6管加特林瞄准了众人。武装直升机也已悄然起飞，小型导弹自动锁定，随时可以发射。众人见状，瞬间变了脸色。哎呀，季老弟，别冲动，别冲动，金磊就是开个玩笑，不要当真嘛。是啊，哈哈，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激动啊。富豪们开始连忙求饶，自作聪明的李金磊此时也不敢吭声了，估计他已经意识到他跟我之间的差距以及武装强权的霸气。可恶！哈，敢在我面前耍小聪明，就算我现在不动你，以后也有你好受的。
季燕，算了吧，没人敢动你的金河的，你要不进去坐坐？好，带人尽快收拾，待会我们还得赶回去。是。就在丧尸风暴结束后，我期盼已久的系统奖励终于来了，并且这次奖励完全超出我的想象，不仅奖励了我双倍的金河，而且由于我在丧尸风暴中的出色表现，还特别奖励了包括基础级卫星避难所2座、基因强化液生产车间1座、神级格斗术、神级枪械技能的强化版大礼包1份。我去基础级卫星避难所2座，也就是说我将拥有3座基地，幸存者数量也将暴增到30万人。与此同时，不仅系统的各项奖励让我收获颇丰，就连我的能量进化点数也涨到160多万点，不光让我连续升级，并且还顺利的进行了第3次基因进化。随后我清算了一下此次收获的金河数量，总共有427万枚。虽然这也算是一个天文数字，可以想到还有2座基地要建设，这点金河投入进去还不知道够不够呢。很快，系统便根据我的选址要求，在我原来的基地旁边成功具现了2座相同的建筑，基因强化液生产车间也定在了其中1座基地，并且3座基地已经融为一体。恭喜主人！从今天起，我们只改名为神州避难所，希望我们的避难所可以成为炎黄子孙最后的绿洲。3个基地分别为 A1、A2、A3 编号，明天一早发布对外公告，开始招募新居民。经过1夜的建设和调整，在消耗了大量的金河后，2座新基地被我安排的井井有条。与此同时，伴随着一则通告的发布，也迅速掀起了一阵热议。我操，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有这么一则公告的？基燕大神要对外扩招居民数量？哈哈，基燕要再招20万居民，他的基地住得下吗？你们这些傻叉，没看到基燕大神的势力，现在改名为神州避难所，管辖3座基地吗？尼玛，吹牛逼呢！一下就多了2座基地，谁信啊？他是从天上变出来的吗？开什么玩笑！此时不光基地外的幸存者质疑，就连基地内的居民们也诧异起来，甚至不少人来到基地外面一探究竟。当他们看到基地旁边真的多了2座基地时，顿时震惊的目瞪口呆。我丢，特么的，我没有眼花吧？你们看这是不是真的？错觉，这肯定是错觉。我们生活在这里这么久，怎么可能不知道这里有其他基地啊？哈哈，肯定是我们还没睡醒呢，这是不是在做梦啊？燕爷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突然会冒出2座新的基地？燕爷牛逼，哈哈！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基地又增加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啊！是啊，我的朋友一直想加入基地而不可得，现在有机会让他加入了。快，拍个照片、视频发个贴再说。很快，基地论坛上就出现了各种吸引眼球的帖子。天啊，难道季燕真的掌握了外星文明吗？一夜之间就建造起了2座新的基地。谁在附近的，赶紧过去看看啊！求确切消息。哈哈，不管了，趁着现在丧尸不多，赶紧去看看，第一时间报名最好。是啊，赶紧去啊！基燕大神优先招收没有势力的散人幸存者呢，我们有福气了。我加入的这个小势力一点都不好，马上退出，现在就过去报名。各地幸存者们激动的嗷嗷叫，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汇聚到神州避难所外。当他们亲眼看到这3座庞大的基地时，纷纷陷入了狂喜当中。而就在消息确认之后，陈卫国、苏天全、魏东元等一众大佬全都陷入了呆滞当中。任谁都没想到我玩的这么大，能一下变出2个基地。不仅散人幸存者纷纷想投靠我，就连他们势力内的居民也悄悄的暗中报名，这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王八蛋，季燕这家伙是要釜底抽薪呢，这么玩下去，整个东江市非得成为他的一言堂不可。这家伙手里到底掌握有多少秘密啊？2座大基地一夜之间建好，这怎么可能？我去，我们非得被他玩死不可！就在大佬们郁闷的抱怨之时，李金磊听闻此事后，更是气不打一处。可恶！这个该死的狗东西，怎么可能发展的这么快？还没给他点颜色看看呢，现在又多了2大基地，势力还要扩张几倍，哪怕全市大小势力加起来也不够他灭的。再想要收拾他，要等到猴年马月呢。小磊，别慌，盲目扩张对基燕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等着瞧吧。李东林的话让李金磊又燃起了希望，多了许多联想。基燕英实力确实不错，可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各大势力的大佬们会那么轻易让他扩张吗？玩阴谋诡计，他可未必是老狐狸们的对手。整个东江市刚刚度过了丧尸风暴，只怕又要掀起一阵看不见的风暴了。哈哈哈，有的瞧了。由于我在丧尸风暴中的出色表现，系统奖励了我2座卫星级避难所，因此当我发布了对外扩招的消息后，幸存者们纷纷前来申请入住。很快 A1 号基地外便人山人海，不光有散人幸存者前来申请，还有不少拖家带口的小势力也前来加入，甚至人堆里还有不少各大势力派过来的饵。而此时的基地指挥部内正在召开着会议。即日起，护卫队改名为基地直属护卫军，负责基地的各项防御工作；雇佣军改名为基地直属装甲军团，扩招至45000人，每个基地15000人，尽快将基地事务安排好，明白吗？明白。老李，装甲军团主要兵员优先从基地的拾荒组与冒险者里招募吧，他们经历过上次的大战，对基地有着足够的忠诚度。现在整个东江市已经没有多少资源可以搜刮，拾荒组可以解散了。是。朱雀，新居民招募事宜还有什么问题？
现在招募工作还没开始，但是已经有17家小势力联系我们，想要全体免申请入驻基地，请问是否答应他们？不行，这肯定不行。这些家伙拖家带口入驻基地，到时候肯定会拉帮结派的，对咱们的管理会形成巨大的挑战，容易留下不安的隐患啊。是啊，我也认为不妥当，咱们绝对不能招收这些家伙。可是现在东江市大部分的幸存者都是有加入势力的，不全部招收的话，我们很难招够20万人的。再怎么样，也不能答应这些小势力融进来，不安稳的因素太多，还得小心各大势力往我们这里掺沙子呢。对，他们肯定会趁机放耳目进来的，我们不能不防这点。免申请集体入驻肯定不行的，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化，告诉他们谁想入驻的就老老实实排队登记，符合条件的当场入驻，不符合条件的从哪来滚哪去。我不怕有人闹事，就怕他们不闹事，到时候谁敢拉帮结派搞事情的，都给我灭了他。这次招募条件就放宽一些吧，现在我们的物资产能都处于过剩状态，可以多照顾一些老弱妇孺，因此发现有幸存下来的老人、小孩和女人都优先招募吧。是。招收新居民的计划马上启动，开始招募吧。很快，朱雀便带领着大量管理组的士兵走了出来。快看，基地大门开了，肯定是招募要开始了。我去，就多等了这么一会，现在聚集过来的人只怕都超过7、8万了吧？怕什么？20万个名额，持续招募7天，只要你能符合条件，肯定都可以进入的。太好了，早就听说纪元大神的基地很牛，我们总算有机会入驻了。此时朱雀并没有开始登记入驻，而是准备了大量的食物和水发给幸存者们。都排好队，每人1份营养餐，1瓶矿泉水，不许争抢！快快快，都愣着干嘛？有食物！天啊，这待遇也太好了吧！我们还不是基地居民呢，今人也有食物发。由于刚刚经历了丧尸风暴，大部分人非常虚弱，个个饿得面黄肌瘦不成人样。朱雀率先分发食物，不仅可以保住这些人的生命，还可以通过这些人吃东西的神态动作，判断出他们的身份来历。此时很多幸存者们拿到食物之后，狼吞虎咽地吃着。这些人基本就是散人幸存者，或是各大势力的底层幸存者，他们暂时是可以信任的。反之没什么胃口，不太想吃营养餐的，基本就是各大势力安插过来的耳目亲信。由于这些人平时吃的红光满面，哪里看得上这些混合而成的营养餐？此种办法虽然不能100%剔除奸细，但还是非常有用的。围墙上的监控很快便锁定了有问题的人群，而此时登记入驻程序也已经开始。分成100队人登记造册，符合申请条件的，马上生成个人信息，然后安排入驻。哈哈哈，过了，我过了，谢天谢地，当年高考我都没这么激动，我终于获得神州避难所居民身份了。老哥，你分到哪个基地？我是 A3，你呢？我是 A2，哈哈，太好了，我通过了。我尼玛，凭什么我不能通过？我也是幸存者好吧，我哪里不符合条件？有人欢喜有人愁，这些不通过的虽然很气愤，但出于护卫队的威慑，他们也不敢做什么。很快，在亚当的协助下，短短几天时间，20万居民就已经入驻完毕。3座基地现在已经住满了30万居民，新加入的居民情绪都十分稳定，暂时还没出现拉帮结派搞事情的现象。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也暂时处于潜伏状态，都在秘密监控中。好，不错。而就在此时，天网负责人陈建宏传来消息：燕爷，什么事？刚刚接到一个可靠消息，陈卫国、魏东元、谢文展、薛斌4大势力准备出动近10万人马，意图清剿城外的57军驻地。据悉，这个驻地里边足足有1个军的装备，不光有大量高的精简武器，还有2个庞大的弹药库。一旦让他们拿下这个驻地，4大势力的武装力量必定暴涨。到时候很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威胁。哼，陈卫国他们4人竟然不声不响的搞出这么大动静。由于系统奖励了我2座基地，因此我便向外扩招了20万基地居民。而就在此时，我接到了天网情报处陈建宏传来的消息：薛斌、魏东元等4大势力集结了近10万兵马，准备清剿57军驻地。看来我的扩招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不仅往基地里安插耳目，还想通过收缴57军的装备来强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是啊，这个57军驻地可是有着大量变异丧尸的，都是之前最强悍的军人所变异，实力非常可怕。哼，先让他们吃点苦头吧。57军不是他们想拿下就能拿下的，就算拿下1个军的装备，他们也压不住我们的，继续盯着就好。现在还不是干预的时候。是，燕爷英明。次日清晨，陈卫国等4大势力早早的便来到距离57军700-800米的地方。小心点，这里是我以前的军部，右后方是弹药库，千万不要乱扫射哪里，会爆炸的。这里的士兵生前个个实力彪悍，变成丧尸之后也异常的凶残。之前我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我们这回出动这么多人，最好把丧尸引出来打，千万不能伤到其他武器。咱们准备了这么久，如果这次再无功而返的话，还是回家种红薯吧。不错，老子这回把全部家当都搬了出来。如果还搞不定这些丧尸，我们还玩个屁啊！别废话了，准备起来吧。随后，4人迅速招呼着自己的手下开始准备。此次4大势力虽然出动近10万人，但并不代表有10万条枪。
大部分人手里拿的是刀斧类，虽然枪械不多，但4人也是精心准备了一番，类似炸药、啤酒瓶、燃烧弹这类简易的玩意，他们还是应有尽有的。快点，把这些车全部围起来，形成一个大圈，我们的防御工事就看它了。你们去埋炸药要快，狙击手呢？快去占领有利地形，动作都快一点，没吃饭是吧？兄弟们都给我麻利点，干完这一票，咱们就都吃香喝辣的，以后再也不用看性急的脸色，给我搞起来！10万人沿着附近的地形，利用车辆当掩体，组成一个庞大的圆形包围圈，地面上也已埋放了大量的炸药。开始吧，无人机准备开搞。很快，无人机便迅速向丧尸处飞去。他们并不敢直接接近丧尸，只是趁着白天丧尸迟钝，用无人机将丧尸引出一波，消灭一波，慢慢的磨死对方。这架无人机虽然不如我的自毁无人机，可从传过来的图像中还是能看出基地内有大量的丧尸在游荡。此时无人机的出现已经引起了部分丧尸的注意力，并且由于无人机下方吊着一块带血的肉块，血腥味很快刺激到不少丧尸。上百只丧尸咆哮着被无人机引在基地外。特么的，好快的速度，比一般的丧尸快好几倍呢！难道生前体质越好，感染丧尸病毒变异后越强吗？别特么废话了，他们速度好快，给我开火！士兵们不停地向冲过来的丧尸开火。一阵扫射过去，上百只丧尸迅速被消灭干净。而这时也有其他丧尸听到了动静，陆陆续续往这里扑来。但由于距离较远，因此出来的丧尸并不算多。完美，咱们的布局有效果，给我杀！兄弟们，杀啊！都他妈省点子弹，放进了再打。爆头，尽量爆头啊！随着不断的火力扫射，前方的空地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丧尸尸体。虽然这里的丧尸比外界丧尸强大好几倍，可是在他们有准备的情况下，打起来还算谨慎。这不禁让陈卫国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只要稳扎稳打的蚕食下去，这个基地的丧尸迟早会被全部清空。军火库，我来了！哈哈哈！兄弟们，继续杀！哈哈，又干掉一波！我去，丧尸又过来了，快给我打！重机枪呢？开火啊！不要停！一连几个小时的时间，大量的丧尸倒在了他们的枪之下。由于引敌战术不断的分批消灭丧尸，4大势力只是损失了一些弹药，就轻松将大半丧尸拿下。哈哈哈！好，兄弟们好样的！丧尸越来越少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马上就要完事了，最多再来2波，咱们就可以收工了。就在大家兴奋之余，谢文展突然惊呼起来：“等等！”此时他发现无人机的监控画面里有些不对劲。由于无人机多次进入基地，并没发现有新的丧尸出来，可基地的阴影角落里却出现一双双恐怖的红色双眸。我去，舔食者，全是舔食者，起码上千只。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不出来？如果他们全都冲出来的话，得死伤多少人才能干掉他们啊？让无人机上场，试试能不能引出来。小心点，别一次引太多，这玩意非常恐怖，我们惹不起的。魏东元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很快无人机便来到舔食者附近。可任凭无人机如何挑拨，舔食者依旧不为所动，并且当无人机继续逼近一点后，其中的一只舔食者直接用恐怖的舌头快速地将无人机击落。这一幕让众人再次震惊。舔食者的速度也太快了吧，无人机根本反应不过来啊！而且他们好像智商很高，完全不受挑拨，这可如何是好？特么的！咱们10万武装呢，冲上去用人命堆也要干死他们，不就1000多只舔食者吗？怕个球啊！你是不是傻？舔食者是人命可以堆死的吗？他速度快到吓人，枪械完全锁定不住，子弹什么的也打不中他。一旦让他冲入人堆里，100万人都得崩溃逃窜的。先试试水吧，我出一队人去试试。老刘带人上。是。随后，陈卫国的一小队人马迅速逼近基地，很快他们便发现营房内的一只舔食者。开火，快开火！随着一声命令，士兵们疯狂开火。舔食者也顿时被击落，普通子弹打在他身上并没有造成多大伤，反而刺激了。只见他快速的跳了几下，便扑到了人堆里，疯狂的撕咬起来。救我！救我啊！老李，快救我！赶紧走，队长快走！但此时哪怕是想逃也逃不掉了。舔食者不仅速度快，利爪与舌头更细，任何人挡在他面前都能很快的撕碎。短短10几秒钟，这一队士兵就全部当场毙命。基地外的10万人吓得头皮发麻。我去，这玩意也太恐怖了吧，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啊！如果1000多只舔食者全部跑出来，咱们非得全灭在这里不可。好吧，再不跑大家都得完蛋。完毛线啊，白搞一趟，这些舔食者谁能搞定？空手而回，不甘心啊！要不用炸药炸吧？炸个屁呀，里边有军火库的。4人七嘴八舌的议论着，脸色也越发的难看。4位，你们好像需要帮助啊。此时谢文展手上的电脑已经被我入侵控制，我的面孔出现在他们面前。季燕，你想干嘛？你是来嘲笑我们的吗？我的出现4人并不意外，反而是为了挑衅。别冲动，我才没空来笑话你们几个。不过带10万人都搞不定一个基地，真是够拉胯的。谈笔买卖吧，我帮你们搞定全部舔食者，我只要基地内的全部火炮与导弹。什么？你趁火打劫啊？凭什么你分走全部火炮与导弹？做梦吧你！特么的，你想都别想，这是我们的战利品，你这完全就是来摘桃子的呀！行吧，
既然我的好意各位不领情，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等你们走了，我再带人过来吧。到时候57军的全部装备，我也可以顺便一扫而光。我去，你特么想得美啊！这些丧尸都是我们打的，我们损失惨重，你却来摘桃子。基燕，你别这么不要脸好吗？此时4人气得浑身发颤，现在的他们进退两难，既拿不下基地，又不甘心撤走。谁不要脸啊？这个驻地打了你们的烙印了吗？没本事拿下它怪我喽。这样吧，你们要有本事的话，就一直守在这里，我保证不插手。不过你们得小心点，天黑后舔食者主动出击，你们全都得完蛋。等拖垮了你们，这个驻地内的武器装备还不是谁有本事谁拿？你们不服气也没办法的。我的一席话让4人沉默了下来，虽然不甘心，可也明白此时他们并没有吞下这个驻地的实力，想要拿下这里还得靠我。全部火炮与导弹不可能，我最多答应你拿走2/3的火炮与炮弹，再给你20辆坦克和1个团的军火。坦克我不稀罕，普通枪械我也不稀罕，而且现在的你们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要不是看在你们灭了这些丧尸的面子上，我就是独吞57军的全部装备，你们也奈何不了我。好吧，我答应，我也答应。 4人咬着后槽牙选择了答应。很快，我亲自率领着10架直升机呼啸而来。青龙带领武装直升机拉升警戒，大型运输直升机直接降落，随我解决舔食者。此时5架大型运输直升机里载有250名一阶巅峰基因战士，随着我命令的下达，10架直升机迅速各就各位。哈哈，季老弟终于来了，欢迎欢迎啊！是啊，我们可是久等的，早知道老弟有办法解决舔食者，我们一开始就应该邀请你过来的。刚才还吵得面红耳赤的4人，此刻却满脸笑容的迎接我，我也懒得跟他们废话。4位先休息一下吧，待我解决了舔食者，咱们再慢慢聊。好好好，老弟快人快语，在下佩服。不过里边全是军火库，你们可不能在驻地里动枪啊。放心，我有分寸。青龙，轰掉驻地正门围墙。随着一声命令，悬浮在半空戒备的5架武装直升机迅速开火，数枚小型导弹从直升机爆射而出，把前面碍事的围墙全部炸。这一幕不仅惹怒了驻地内的舔食者，也给了4大势力一个下马威，这让他们4人很是不爽。随即我便下达了作战命令，马上进入作战区域，全部执行冷兵器作战，谁都不许开枪，明白吗？随后250名战士在驻地外卸下枪械，每人手里只拿了一把火刀。天啊，他们疯了吗？用刀对战舔食者，这些疯子指定有毛病吧？看吧，待会一个个都得死。我赌他们能坚持10秒钟。4大势力的人都在震惊地议论着，就连陈卫国4人也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一阶巅峰基因战士，更不清楚他们不仅精通各种搏杀术，冷兵器作战更是拿手好戏。随着我一声令下，250名战士迅速杀入舔食者堆里。舔食者速度迅猛，士兵们更猛。只见一阵阵寒云响，扑杀过来的舔食者不是被救活，就是被当场杀，而士兵们却毫发无损，轻松虐嗨。这怎么可能？我操，这些家伙还是人吗？舔食者速度这么快，他们更快啊！我们连他们出手的残影都看不清楚。我去，你们看，那家伙一拳就打爆了拦路的坦克。这些家伙不是人啊，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此时4大势力的士兵们震惊得目瞪口呆，并且不少人还用手机将这一幕录制了下来。而陈卫国4人也是满脸不可思议，显然没想到我手下的战斗力这么凶悍，从头到尾舔食者都在被虐杀。他们好像是纪燕护卫军的普通士兵，听说这家伙的护卫军一共是15000人的编制，如果全都这么恐怖的话，谁跟他作对那就是找死了。尼玛，15000人全是这种猛人，惹不起呀，惹不起。以后纪燕就是我大哥，谁敢跟我大哥作对，就别怪我不给面子了。对，你们几个以后都别瞎比比，我大哥可不是你们能惹的。 4人再次变脸。本来他们想拿下这些军火，就可以联合起来与我对抗了。但此刻他们意识到这种想法根本不切实际。短短10分钟之后，战斗结束，脚下全是倒地的舔食者。报告指挥官，目标已经全部格杀，请指示。很好，收拾战场，搜查整个基地，排除一切危险，然后清点物资，带走全部导弹、火炮以及配套的全部炮弹。是。各位对我的安排没意见吧？没有，这本来就是咱们约好的，季老弟你安排就好。对，我们哪里会有意见？ 这次你出力最多，当然由你先挑。老弟放心吧，57军的火炮与导弹全都是车载的，你喜欢就全部开走，完全没问题。在一片融洽的氛围中，军火库很快清点完毕。报告指挥官阁下，目标搜寻完毕。驻地内一共找到制导火箭炮、轮式车载榴弹炮、履带自走加农炮、轮式自走火箭炮、牵引式榴弹炮等众多火炮，一共247门，配套炮弹57124发。同时搜寻到红旗系列重型反坦克导弹车114辆。 各类单兵反坦克导弹2150门，以及短程防空导弹120门。一连串的数据让众人震惊的暗暗咂舌。好，不错，马上开始运输，全部给我拉回基地里面去。人手不够就派人过来，速度要快。是。大量的导弹车、火箭炮车、运输车开出驻地，众人眼巴巴地看着，一个个不舍的表情。
没想到57军驻地里竟然还藏着这么多的好东西。与枪械比起来，这些火箭炮才是真的好东西啊！这么多的大家伙被季燕拉走，真心疼啊！血亏啊，这可是一个炮兵师的装备，这狗日的全部拉走，我们可是亏大了。你特么可别废话了，你敢招惹他试试，小心人家现在就灭了你，你连毛都捞不到。是啊，人家吃肉，咱们4个起码还能分口汤不是？等到季燕走后，驻地里起码还能搜刮出1个军的枪械，还有不少军用物资，你们就偷着笑吧。就是季燕这王八蛋，你惹得起吗？都他妈忍着吧，等到他吃完肉还能给咱们剩口汤，不然大家都得完蛋。呵，任由他们羡慕嫉妒恨，这回可是赚得盆满钵满啊！当李铁柱等人看到几百辆火箭炮战车时，眼都直了，一个个都找过来想分一部分给自己。李铁柱虽然值得信任，可他手下成员复杂，很容易被人渗透进去，因此此类大型武器必须掌握在护卫军的手中。李铁柱对此也十分清楚，这些家伙也只是看着眼馋而已。我知道最近基地招募的新居民中有很多势力安插进来的耳目，我的装甲军团新招募的人里面肯定也有，万一让这些高端武器出点声势，会有大麻烦。你能明白就好，看来我没看错人。此次李铁柱没捞到火箭炮，他并不介意，软磨硬泡的又让我给了他上百辆装甲运兵车。谢谢老大，爱你哟。与此同时，我在57军驻地猎杀舔食者的战斗视频也在基地论坛上流传开来。这些视频一经出现就震惊全网，同时也即将曝光金河的秘密。我去，这是什么视频啊？怎么有几百号人用刀对付舔食者啊？这是季燕的护卫军，他们的实力也太可怕了吧！如此恐怖的舔食者，居然用刀就轻松的干掉了。听说4大势力10万武装围攻57军驻地，都拿不下他们。季燕带着几百人，只用1把刀就轻松搞定了。这些士兵太恐怖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一个士兵一拳就打爆了1辆坦克，这是人类能办到的事情吗？所有看到视频的人无不惊呼感叹，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好奇，季燕到底掌握了什么秘密？他手下的士兵为什么会这么强悍？而这个秘密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时，一间不起眼的小型避难所内，一名少年反复观看着论坛里的视频。太强了，这些人太帅了，这就是神州避难所的护卫军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一样强大？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少年名叫李松，16岁，是一个智商超过130的天才少年，与表哥徐勇一起生活。徐勇是退伍兵出身，组建了一个100多号人的小型势力，每日以猎杀丧尸为生。而李松不甘心只吃闲饭，一心想要变强，出去猎杀丧尸，因此每天锻炼身体，但由于身体瘦弱又缺乏食物，所以效果并不大。而现在的这段视频让他又看到了希望。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论坛上有专家说他们应该是突破了基因极限的。什么是基因极限？小松啊，我出去了，今天我顺便带些金盒去兑换些物资，等我回来一起吃饭哈。知道了。金盒，季燕为什么一直在收购金盒？这玩意既不能吃又不能喝。难道这个秘密跟金盒有关？随后李松便拿了几颗金盒开始研究。是要吃下去吗？不行，金盒太大，咽不下去啊。是不是研磨成粉末再吃下去？不可能，金盒硬度这么高，根本无法磨碎。难道像修仙小说里写的，手握灵石进行修炼吗？随后李松手握金盒盘膝而坐，可他搞了半天也没有一点反应。是不是要泡水喝才行？李松不断试验着自己的设想，但依旧一无所获，这让他郁闷不已，随手便将一颗金盒丢到嘴里含了起来。到底应该怎么弄呢？什么情况？怎么有点发热，还有点甜味？这是怎么回事？此时李松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随着他的呼吸，口中的金盒在流出一股甜味后，便被他吞咽到了肚子里。瞬间有阵阵暖流流转到他的全身上下。此时李松瘦弱的身体已经有些变化，不知过了多久，整个人都精神饱满的多了。此时他吐出口中的金盒，发现金盒竟小了一圈。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金盒的秘密？感觉自己精神了很多，力量也强了一点，像是锻炼了好几天。太好了，这肯定就是金盒变强的秘密。此时李松激动不已，再次将金盒丢入口中继续吸收了起来。他的力量还在不断变强。小松，吃饭了。表哥徐勇的喊声让李松停止了吸收。饭桌上，由于李松还想着金盒的事，并没有动筷。吃啊，你怎么不吃？跟你说，我今天出去真倒霉，遇到沿江船帮的人，差点打起来。表哥，我有件事要跟你说，就是我发现了金盒的秘密。哈哈，什么秘密？你这憨小子，赶紧吃吧，营养餐冷了味道就不好了。表哥，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徐勇见李松一脸严肃的样子，也认真起来。金盒有什么秘密？我发现了神州避难所士兵变强的秘密，他们就是用金盒变强的。什么？表哥，你试试。大家都觉得金盒从丧尸脑子里挖出来很恶心，还怕有病毒，所以没人敢放入口中。也许就是这样，才被我意外发现了这个秘密。你信不信？一试便知，我真的没骗你。徐勇没说什么，果断将一枚金盒放入口中。很快，随着一股甜味的流出，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好温暖，
我疲惫的身体好像舒服了很多，精神也好了很多，肌肉有点痒，好像在变强的感觉。对，就是这种感觉。我去，如果是真的，那我们岂不是发了？哈哈，我们有了这个秘密，马上招兵买马，暗中变强，迟早会成为下一个神州避难所。表哥，你别傻了，这种秘密一旦被第三个人知道，很快就会被无数人知道，你怎么可能有暗中发育的时间？而且这个可是季嫣一直隐藏的，关系到他的大秘密呢。据说他手里有人工智能，凡是有网络的地方都会被他监控到。一旦被他发现我们知道了这个秘密，没准会派兵暗中灭了咱们，继续隐藏这个秘密。隔墙有耳的道理你不懂吗？听到此话，徐勇当场被吓得倒吸一口凉气，但还是心有不甘。不至于吧？听人说季嫣人品不错的，不至于干出这样的事情。而且咱们也没害他呀，就是想偷偷发育而已。呵呵，这世上的事情谁说的准？我们发现这个秘密，就等于是威胁到了他的统治地位。他哪怕有1%的机会起杀心，咱们也不敢赌啊。毕竟人家碾死我们比杀只蚂蚁还简单。确实是这个道理。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我想，我们不能隐瞒这个秘密，要曝光它。不仅要在基地论坛曝光，还要到处跟其他人说。越多人知道这个秘密，我们越不会被灭口。虽然不知道季嫣的人品如何，但是这是我们自保最安全的方法。对，秘密曝光了就不再是秘密。你把这件事发到论坛上去，我马上去告诉其他人，曝光它。咱们分头行动。很快，一则实名曝光金河变强的帖子便出现在论坛上，并且帖子一经发出，就引起了上百万人的关注。咦，这个叫做李松的家伙竟然发现了金河的秘密，还实名出来曝光，这是真的吗？口含金河竟能吸收他的特殊力量改造身体，我去，这怎么这么玄幻呢？祭焰大神的士兵为什么这么强？难道真的是用金河改造过的？别废话，手头上有金河的，赶紧试试啊！试试不就知道了。大家讨论之余，不少人已经试验起来。我去，有感觉，真的有感觉。我感觉金河里出来一股暖流，甜甜的，让整个人感觉非常舒服。这不是幻觉吧？我也感觉到了，感觉自己精神都好了很多。我感觉浑身麻麻痒痒的，老寒腿和腰酸背痛都缓解了不少，好像真的有效果。哈哈哈，这是真的！感谢李松老弟的分享，我们也要成为超人了。难怪季焰大神的护卫军这么强，原来是金河的原因。我总算知道他为什么拼命收金河了。许多人试验过后，纷纷发帖证实，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去尝试，四大势力也不例外。不是不知道，一试吓一跳，这消息竟然是真的。哈哈，没想到啊，没想到季焰的秘密竟然这么简单。要是早知道，我就让手下人囤积金河了。真是驻地之战，我们都被季焰吓得够呛。如果我们也大规模使用金河，是不是能培育出跟他一样强大的战士呢？这种应该叫做基因战士。一旦我们的人变得强大起来，我们怕个屁的季焰啊！四大势力当下便决定囤积金河，培育基因战士。而别墅区这边，李金雷也是兴奋不已。听一位生物学家说，这种增幅是直接作用到基因上的，这应该就是那些士兵强大的主要原因。这个消息可真是及时雨呀！现如今，季焰在整个东江市一家独大，其他势力联起手来也不敢与他硬碰硬。这个消息一出，便让大家看到了超越他的希望。如此一来，咱们也能浑水摸鱼了。哈哈，季焰一直严防死守的秘密惨遭曝光，这个家伙现在估计要气得吐血了吧？我真想看看他现在的表情呢。未必，这家伙从来都是走一步算三步的。他比大家提前这么多时间知道金河的秘密，暗地里还不知道发展出多大的能量呢。从今天起，全力猎杀丧尸，搜集金河，哪怕用物资兑换，我们也要把尽可能多的金河弄到手。是，不过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金河的秘密，只怕收购价格还得上涨不少。不过无所谓，咱们人数不多，大不了辛苦一点多猎杀丧尸。呵呵，季焰就倒霉喽，没人跟他交易金河，亏死他。这也是我们尽快拉近与各大势力实力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比武器军备，咱们短时间内比不过，可要是单兵作战能力提升起来，武器差点又算什么？对。而就在消息曝光之时，我正在视察基因强化药业生产车间，并不知道论坛上的情况。这些仪器研究的如何？设备生产程序全是自动的，只需投放金河到培养器皿里引出其中能量，仪器会自动培养出增强基因强度的药液。每天的产量是多少？效果如何？全力生产一天可以达到30万管的产量，平均一枚金河可以生产出3管初级基因强化液，每管大概能提升普通人3%到4%的基因强度，连续服用1个月，差不多可以突破到1阶基因战士。当然，实力越强，药液的提升力度越小，超过3阶的基因强者就必须更换终极药液。目前我们暂时不需要生产。不错，人造人士兵无需服用此药液来提升实力，只给装甲军团和居民服用的话，一天30万管的产量完全够用了。如果直接吸食金河会怎样？一般人如果没有药液，只依靠吸收金河来变强的话，不仅会有增大10倍的消耗，而且还会吸入很多毒素与杂质，
因此这款基因药液绝对是相当强大的。制造一个基因战士只需10枚晶核，等到全民提升基因强度的时候，它又将成为我们手里的一大王牌。